Hello，大家好，我是米娅。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在 B 站跟 YouTube 都有账号，名称都是米娅塔罗。近期有发现有人大量的搬运我的视频到 B 站，那如果你是 B 站的朋友在听这支影片，可能是搬运的影片，那跟你们说一下，我自己的账号叫米娅塔罗，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好。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双向奔赴的恋情，属于你们的正缘，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好，首先呢，我们来抽一下有关于这个正缘跟你的连结，我们总体的一个能量是什么？好，来看一下我们的神谕牌卡哦。好 ，Go to the distance， 风中的改变。这一组的朋友啊，我会觉得你们的牌卡的能量哦，很像是一个旧的人，对，你们这边有很强的一个旧的人的能量。那如果说你们目前呢，心中没有想到一个旧人，你们是母胎单身的话，我会觉得你跟这个人在连接的时候，有可能你们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经过一次的分离，一次的断裂，或者是有一个误会，或是说你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联系的没有那么紧密之后，两个人又再次的重聚，再次的聚首，这样子的能量。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这个人哦，很多是你们曾经之前在生命中出现过的一个人。那你跟他的故事有点像是一言难尽。这个人呢，可能在过去你的生命中的某一段时间，或者是说某几年，真的是跟你在一起成长，或者说你们有一段很深刻的情感的连接，不论这个连接有没有实质的落地成这种男女朋友，或者是说老公老婆的这种名分，我觉得你们实质上的那个爱情的连接是有的。可
可是两个人好像在感情相处的过程中有一些冲突，有一些混乱，或者是说当你们越靠近彼此的时候，在相处的时候身上有一些刺就是会冒出来。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非常非常顺利的，然后也是感觉到彼此的那个情愫在。可是当更深入的两个人要真正的落地，真正的结合在一起之后呢，我看见有人可能其中一方内心有一些不安全感浮现了，有一些焦虑浮现了，以至于在这段关系会有某一种控制，想要抓得更紧，而另外一方可能感受到压力，感受到窒息，或者是说这个混乱跟冲突我觉得有可能是来自于外部的一个力量，就是当时你们的感情状态是还不错的，可是外在环境的变化，可能你要出国念书他要去做什么，以至于两个人在可见的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因此这一段感情就必须要暂时的搁置了。那这样子的搁置，我觉得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他的内心真的是引起很多很多纠结的情绪，看似远走高飞，看似分离，但是他的内心有很多震荡的东西。很多时候在那个水波就是这个波纹被风吹这样子一圈一圈的涟漪，当它平静之后，他才看见这个清澈透明的水底下，它其实是有一颗真心的。就是这个人在跟你连接的时候，也许他还搞不懂，可能那个时候他还心高气傲，还年轻，或者说他还想要去追寻事业，他觉得他生命中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等等之类的。可是我看见当事过境迁，当时间一久，对方沉淀下来之后，他才发现他当时错过了你，这个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两个曾经真的可能发生了一些这种矛盾，或者说一些误会，一些心结的部分，当时没有好好的解开，两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真的是继续的往前走了，有些东西放不下，就是带着那一点点苦闷，那一点点回忆，继续往前走，往前看世界。然后我看到对方其实在跟你断联，或者说联系没有那么深的这一段时间，联系没有那么频繁，可能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就是断联了，或者说彼此有彼此联系的方式，但是都不怎么去讲话。可是这个人心中我觉得他一边在他未知的道路上去追随他的理想，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同时，他也希望其实他在走的现在的这条道路有办法，就是这一条路是有办法可以带领他来找到你的，无论这一条路的这个时间要花多久，或是说这一条道路上是多么的崎岖，他心里还是有一个盼望，还是有个渴望，他会坚持到底。一方面是他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我觉得有一种尽情奔跑，走过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尽情去探索的能量。同时他也真的希望在那个终点是有人等他的，因为唯有那个终点是有人，最好那个人是你，他才会觉得他整趟旅程才是完美的。好，我还看见的是这个人很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你们分开了之后，他逼自己不要再回头看，不要再反复去想那一段感情，或者说那一个无疾而终的连结他觉得他人生的道路，人生的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他自己需要面对的压力，他其实不大想去想过去那些事情，因为他会让他更加心烦又更加的无解。所以
我觉得他有一种试图把情感压抑的能量，但是当他走得更远了，或者是说爬到一个更高的位置的时候，其实真的他去看他的心哦，他觉得他可能也看了不少人，他可能有认识其他人的能量，或者是他有进入几段感情又离开等等的。我觉得他心中有一种渴望，然后也有一个遗憾，可能当时他以为是错的人，就是他以为你们的这个错过，不管是时间不对、有缘无分，还是怎么样，就可能你们不是彼此对的人。但是他现在回过头来去想，他在这段感情中其实也是有一些缺点。你们当时一定是很喜欢彼此，所以才会有那些美好的曾经，才会有那么多的记忆。可是他自己没有好好的把握，所以让你可能会有一些为难。然后他在这段感情中也不够有勇气，有一些犹豫在里面。当他回过头来去想，我看见是有很多的后悔的这个情绪在里面。当他的年龄啊，特别是我觉得当他的年龄一岁一岁的增长，以及他看过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风景之后，他真的会去回味你跟他当初那个爱得很深、那个爱得很纯粹的连结哦。但是他有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去诉说这样子的情感。他以为他只要够坚强，或者是说他把自己打理得够好，物质世界更加的这个达到一个成就，更加的荣华富贵，或者说他把他自己的样貌打理的各方面都更好的时候，内心也更坚强的时候，就会找到一个归属。其实他的身边也不是没有人，也不是说没有人真的可以给他定下来。但是他会觉得，诶，这个情感哦，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好像总是少了一些什么，那种幸福、那种心动的时刻啊，再去跟当时和你连结的时候的那个相处的幸福程度、心动程度，好像少了一些些，那种很美好、很美妙的一个感动。所以他会想要回过头来去抓住当时的那个缘分。你们的故事就像，写不完、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段关系哦。很可能这个人在他的人生发展的，某一个时间点，他其实对于爱情有一种，看淡了的感觉，或是对于婚姻这件事有一个看淡的感觉，觉得婚姻不过就是一张纸，或者是说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纯粹的爱情哦。但是当他细细的回想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他曾经拥有，只是他错过了，而且他当时不懂的那个东西，那份感情的好，那份感情的纯粹，直到他在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在他经历了一些人情世故之后，他突然才警觉，他突然才惊醒，哦，原来你跟他的这段感情哦，是他想要保护的，是他想要守护的，是他想要去再次拥有的。好，这个是从你们这张牌，就是这组牌所感受到的能量。有一个人，他好像在等你；有一个人，他在想念你；有一个人，他想要为你而来。可是他的身边哦，真的是曾经出现了一些好像拦阻他的一个人事物的能量，可能当时你身边有人，或是他身边有人之类的这样子的能量，以至于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点却步。但是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很多的改变其实在你身边发生，也在他身边发生，你们两个人的能量哦都有所变化。因此这个人很有可能哦，真的是在因缘巧合之下，你跟他再次的相遇，你跟他再次的联系，再次发展成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当你们两个再次相遇之后，
真的就是命中注定，真的两个人就会非常非常珍惜彼此，因为你们曾经错过了。当两个人再次牵手，再一次涌入彼此的怀抱的时候，其实那个失而复得的感觉是很强烈的，他会非常的想要去守护，也会感谢宇宙，让他还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跟你在一起。你们的缘分真的其实是缠绕的非常非常的深刻。即使曾经错过了，即使曾经有一段时间断联，有一段时间可能是追与逃的一个状况，可是在时间转换了，在地点转换了，在身份转换了，你们两个真的就是有莫名的这种磁吸力，把你们奇迹般的巧合带到一起的这样子的能量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有关于这个人的一些具体的讯息哦。好 ，over spontaneity turn back teacher 好，还有什么 peace 这个人呢？你跟他相遇啊，或是说再次相遇的时候，我觉得他会主动的找你靠近，就是你们如果有机会再次联系的话，他会给你比较很热情，或者是说很深情的一个陈述，一个倾诉，而且我觉得他会想要去确定关系。特别是在你们的感情曾经有过争吵、有过断联、有过断裂之后，你们再一次因缘际会的被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跟他都成长了，你跟他，突然体认到这个是命运给你们的机会，给你们的礼物。当时可能你们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一直错过，或是中间有很多的误会。你跟他赌气，他也觉得你怎么不理解他。你们两个人的身边可能面临了很多的诱惑，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没有机会好好的把这段感情发展下去。而今天，终于他看见在尽头等着他的人应该要是你，他也看见你的模样，而宇宙又把你们送在一起，他其实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而过去的那一次错位、错过，或者是说分离啊、断裂啊，真的是让他非常的珍惜此时此刻的相遇。他非常明白，在他的心中，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的地位在哪里，你是多么的不可取代。他真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去喜欢你，去想要跟你做连接，想要跟你一生一世的走下去。我看到的是这个人哦，其实他生命中啊，他可能条件真的是还不错。他的生命中其实有非常多选择，非常多的机会。比如说，如果她是一个女孩子，她的生命中会有一些，财力还不错，长得还不错，或者是说家境背景还不错，或者是就是很在事业上很有一番成就的人。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他也是很有机会遇到一个很有头脑、很有想法，或是温柔体贴，然后长得还不错的人的女生。那如果是同性恋的话，我们就自己去对照一下这样子的能量。好，就是对方其实呢，生命中是有机会遇到不同的选项，这个人是有选择的，可是他觉得爱情并不单单只是依照条件、依照物质来衡量，这个是他最后的一个体悟。我觉得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没有想那么多，也许就是很单纯的，我看外貌，或者我看一些条件等等的。可是他到最后发现，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愿意一起相处，两个人愿意磨合，以及两个人愿意在困难的时候对彼此不离不弃的那个爱情，那个勇气，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而不单单只是外在的那些东西。因为外在的那些东西，就算你们现在没有，以后可以去有，以后可以去建立，它真的有一个很深层、很深刻的体悟。
就是他当时失去了你，错过了你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他这一次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会主动的，然后也是很就是情感是很自然流露的，你其实可以感觉得到他不再去压抑自己了，他不再去压抑他对你的喜欢，因为真的是错过之后啊，要再找回来，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而且我看到你们当时在断裂、在分离的时候啊，并不是说他对你就完全没有爱了，就完全没有情绪了，而是这当中有很多的无奈，特别是很多朋友看到你们真的是有一些想法上的沟通，有一些误解产生。你们有这种对彼此生气的能量哦，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理解你，不是这么的搞懂你哦，很可能一些外人的声音、外在的声音，让你们去怀疑他对你的感情，或者是说让他去怀疑他自己对这段感情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很多是有一些外力在拦阻，而本身如果你们对于感情是比较容易往负面的、悲观的地方去想，或者想很多的话，就会陷入到那个情绪中，非常的不自信，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在跟他应对的时候，他也感受到了那个压力、那个控制，或者是说那个不信任。所以真的是有人，或者是说有一件事情。可能很像是一把刀，它去刺你们关系中比较脆弱的部分，它去刺你们关系中连接没有那么稳固的部分，以至于这段关系真的是暂时断裂了。可是这个暂时断裂，它只是像是影片，它按下暂停键，它的未来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播放下去的。所以宇宙又把这个人送回到你面前，他会自然而然的去跟你抒发一些他的想法、他的情感。好，我看见这个人再次回归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能量是成熟的、强大的跟沉稳的。他真的是想要去转向你。也许你们在这段关系中已经失望了，可是我觉得他是带着真心而来的。你看这边这个小女生，她手上拿着很宝贵的这种闪闪发耀的、闪闪发光的这个宝石，她要把她最好的东西给你，而且她很可能会跟你倾诉。好，你们分开之后，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内心的一些感受，那你们两个有机会重新的面对面，重新的去谈，这个人会把他心中最真诚的爱拿出来，拿出来要做什么？他其实要去照亮你心中的一些不安，或者是说，也许这组的朋友，你们对于爱情已经没有那么多期待，或者是觉得，这个感情好像变化很大，就算现在在一起以后呢？有没有办法白头偕老？其实你们不确定，就是既期待又害怕受伤。这个人他真的会去拿他的真心给你看，他会去，用一些实质的方法去给你看，说他对于这段关系的连接有多深。比如说，他可能告诉你现在的一个财产的状况，或者是说你们共同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说实质上的一个规划，他把你纳入在里面，对不对？他其实在这段关系中，他有想要去弥补的，他想要去重新修复、重新连接。那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们的能量也慢慢的在被修复，慢慢的在被调整。过去你会发现，过去可能曾经你真的是误会他了。你过去可能真的是在感情中有一些不安全感，跟这种就是对于对方的想法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不见得是实际上的他，或者是说你可能看到了一个有点捕风捉影，就是你看到了一，然后是你在你的脑海中的小剧场会把它想象成十，对不对？宇宙要让你们重新的去连接起来，重新的去好好的珍惜彼此，去修复这段缘分，去
完成之前，你们给彼此许下的一个承诺，或者是说再一次去以新的身份去建立起新的蓝图，以及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对于未来的一个想望，你们未来一起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过去你们可能走到了某一个地方就停止了，接下来你要把这个人生的道路啊，人生的里程碑啊，好好的走完，好好的去完成。好好的去给彼此真正的一个身份，真正的一个定位，对不对？你跟他的感情啊，我觉得不管你们物理上的距离是如何，在情感上，在灵魂上的连接是非常非常的深的。好，你们过去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有的人你们断联了大概3、4个月到半年以上，更久的是有些朋友你们已经可能断联了3、4年，甚至5年以上的这个几率都有的。比较长的话，我会觉得这一段感情可能牵扯到有快要10几年、12年，就是一轮这样子的机会。对，随着每一个人的这个年龄不同，我觉得对应到的时间会不大一样。好，接下来这一张牌是老师。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很可能，你们当时的这个连接啊，或者说你们如果这是一个新的连接的话，它很可能是一段师生关系哦。你们是有师生关系的，或者是你们是在某一个工作的学习的场合中，他有点像是你的前辈，或者说你有点像是他的前辈。你们当中其中有一个人要去教导另外一个人，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们两个是在那种共同进修、共同学习的一个地方认识的，不管是在这种学校的进修，或者说工作上的一个这种学习的这个领域场合认识的。好，还有一些朋友啊，我看见这个老师的意涵，他指的是这个人他教会了你如何去爱一个人，以及如何去被爱，同时你也教导他如何去真正的辨别什么东西是生命中重要的，就是他究竟要带着什么走下去才不会遗憾。你们两个互相是彼此生命中灵性中的老师导师，你跟他的这一次相遇哦，或者说你跟他过去第一次相遇，不单单只是很单纯的一次相遇，你真的是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记，然后记忆，让他去反省，让他去醒悟，让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想法感受。同时我觉得他也真的是教导了你们很多的事情哦。这段感情我觉得影响你们的内心是很深的。再一次相遇的时候，其实那种激动真的是不用去说就能感受得到，那种旧情复燃的感觉，因为你们曾经深深连接过，你们对于彼此其实还是有那种熟悉感。它其实我觉得他并不像是陌生人一样又要重新认识，那个熟悉的连接度还是知道的，你还是知道这个人的某些习惯，或是说他的某些举动，或是他的一些用词等等的，你们会有一种会心一笑的感觉，你会明白说，其实他还是懂你的，其实你还是懂他的，你们都知道彼此个性中的一些小缺点，有一些小坚持，甚至是知道看过彼此最狼狈的一个时刻。好，其实很多时候啊，可能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彼此的弱点，有些人会去用这个弱点去当做一个威胁嘛，不管他是一个挽留，还是他想要让这段关系继续。我看见你们曾经有一点像是抓着对方的把柄，或者是说对方去跟你说了一些什么话，比较敏感的地方，让你去觉得很刺痛。好，这些东西在新的这个连接中，它会回归于平静，就是那些东西啊。那些误会啊，以及那些小的时候，或者说比较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的那个
成分它会消除。这个小的时候跟不懂事的时候，跟你们实际的年龄，跟他实际的年龄没有关系，而是跟他的心智年龄是有关的。你们两个会重新进入到一个很深层次的情感的连接的关系，会有一种含情脉脉的去看待对方，看待彼此。这个人为什么要来你的生命中？为什么要选择你？他需要的是他内心的平静，他觉得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平静。好，过去他跟你其实就是你在他身旁，你还在他身旁的时候，或者说你们还联系得很紧密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他就是可能理所当然、习以为常，觉得这样子的感情供应、这样子的连接是一直都会在的，或是说，就算他在你这边得不到，他在其他人那边也可以去得到。他当时真的是不懂，可是现在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距离拉开之后，会重新的去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关系，反思这段关系之后，会更加的确定你们就是彼此所要的人，你们两个会更加的坚定的走向彼此。他可以在你这边获得内心的平静，同时你也是哦。这边有这个毛毛怪花跟蝴蝶哦。好，你们两个的关系其实最终会开出一朵很芬芳的花，它是可以去吸引蝴蝶来的。所以你们两个的关系就像蝴蝶一样，它经过一次很痛苦的蜕变，可是它最后会变得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可以在天空中翱翔的能量。所以最后这段感情，我觉得就是可以走向心想事成。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它其实可以去连接到真的是结婚的这一种法律上稳定的一个关系哦。好，那这个人要不是你，他很可能在感情中会找不到自己真心的所爱，心之所向。尽管他看了很多人，遇见很多人，我觉得他内心就是一直都觉得那些缘分都是空的，没有办法去填满他的心，或者是他曾经对某一些缘分、某一些桃花是很热切的，但是深入相处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他的想法，不符合他的理想，或者是说，他就觉得少了一点什么，那种微妙的情感，那种情愫是很难以诉说的。而每一次，我觉得他遇到新的人，或者说有机会去认识其他人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在心中去想起你，就是想要在对方身上去抓到某一个熟悉感。那个熟悉感从何而来呢？原来是曾经跟你们相处，曾经跟你们连接的那个时候产生的一个能量哦。所以你跟他的关系转弯之后会再转回来，你们两个错过之后兜兜转转会还在一起的这样子的能量，在一起之后，再一次在一起之后，他其实真的是抱着一个很深的体悟跟感悟。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对方眼中的你，对方眼中的你。好，如果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的那个能量，到现在你们两个可能经历了一番就是转变之后，两个人都有所成长之后，那个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能量呢？好，来看一下。好，这个人他对你，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心疼的哈，他觉得你其实一路以来也是，一个人承受了很多，一个人走了很多，就像在这个迷雾中，但是你们还是用尽全力去奔跑，用尽全力去走。虽然不知道前方如何，或者是说，虽然身上扛着一些压力，可是你们还是都继续的往前走。好。觉得他对你有很多的遐想，就是这个是有很多软绵绵的部分。他想到你的时候，可能有想到一些跟你更加肢体的碰触，想到你的脸，想到你的发香，想到你喷的香水，或者说想到你修长的手指，你的身形的身体，你讲话的那个有磁性的声音。你的那个模样，在他的心中很灵动、很灵活，他很喜欢你，就是他觉得你有非常萌、很可爱、会撒娇的那一面。然后他
就是想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会有很多嘴角上扬的部分，就觉得啊，这个人看到就很开心。你们知道，有些人就是你不用说话，就是你只要知道这个场合有他在，你就觉得哦很开心。我觉得他看到你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能量，看到你就有一种放松感、轻松感跟愉悦感。好，那另外啊。我觉得你们其实他遇到你们的时候，他也看到你身上更加的成熟了。再一次遇见的时候啊，你们不单单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爱，你可以去分辨说你跟什么人在一起，可以把这份喜欢上升到爱，然后再去过一个真正幸福的生活。就是他知道你们是灵动的、灵活的、可爱的，同时他也知道你们是不能够轻易去糊弄或是欺骗的。他看见你们很聪明、很机灵、很清澈、很透明的那一面，也看见其实你们生命中是有很多的机会，是说你可以走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啊，其实真的是你们一路以来的坚持，一路以来的这个努力，所以他看见你们。我觉得他看到你一个新的能量的成长跟蜕变，他有一种很正则的感觉，真的是跟他之前看到的那个样子不大一样。当然，你们的本质里面还是有那个可爱的、软绵绵的，或者说很微笑的、很纯粹的一个部分，那个东西超级疗愈他的。可是撇除这个之外呢，他也觉得其实你们的生命哦，他看到你，他对你的印象，其实你们有一点点在报喜不报忧，就是你们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自己情绪的漩涡。好，可能你自己会默默的去处理，你情绪起来的时候，你也不大想要让别人看到。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看见了，他会很想要去接住你，他会很想要去给你支持，给你温暖，他会希望你不要再一个人去面对人生中的那些伤心错过，或者是说苦难跟打击吧。好，我觉得他看到你们的能量是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奔放哦。你们有一种好，既然经历了这些，既然有些东西是抓不住的，因此你们会有一点，我不想要给我自己留下遗憾，我想要开心就开心，我想要哭就放声大哭，想要去爱就尽情的爱，我想要去做什么就去做。我觉得你们有一种跟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比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更加自由跟奔放的一个能量哦。他其实是觉得非常的惊艳的，他是觉得这个能量哦，让他有一个可以被滋养的感觉，他很倾慕你，他很欣赏你，然后他也非常认同你的想法，认同你的灵魂，你们会在很多的观念上、价值观上进行确认、进行讨论。有一些他过去很坚持，或者说你觉得他比较顽固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新的连接之后，他慢慢的软化下来。他会去跟你说更多的心事，更多的内心话，以及他会放下一些坚持跟面子。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觉得你们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想要去把最美好的那一面拿给你看，因为不然的话，你们身边也是有其他的能量，就是可以选择。他真的会想要去很去理解你，很去宠爱你，或者是说很去做一些服务，提供一些让你开心的服务。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你们值得用心被对待，而且他曾经错过了，他在这一次相遇的时候，他当然要好好的把他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给你看。他其实内心也是有一些些的害怕哦，他会觉得这个会不会又是一场梦呢？当我梦醒了之后，你会不会又离开我呢？所以他会真的，我觉得他会很努力的在呈现他好的一面，他也希望你在这段关系，在这段感情的连接中是舒服的，因为他眼中的你是那么的美好。好。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能量是，我觉得他有看到你们，
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是那么的喜欢社交。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可以跟人家 social，你们也是可以跟人家互动。就是如果工作上需要，你其实也是可以去跟人家交际应酬，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也许更倾向一个人舒舒服服的待在你自己的小窝中。特别是你们如果在一个就是跟你磁场不合的地方，或者是说身边有一些人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们那整个防卫心就会起来，或者是这个场合的人的想法跟你有一些冲突的话，我觉得你们的那个防卫心跟身上的这个刺就会整个竖起来。你们其实也是内心也是蛮懂得去保护自己的，可是，一旦今天这个地方都是你喜欢的朋友，或是都是可以让你放松的这个可以让你放松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你们又会变得有点像是这个孩子气啊，傻傻的、呆呆的、萌萌的，然后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开玩笑，然后就是各种的这种比较轻松逗趣的谈话都会出现，所以那个能量是一个蛮对比的一个不同的频率。好，你们在他的眼中啊，其实很做自己耶。虽然在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中，不能完完全全的做自己，可是你们有试着在你可以发挥的空间中，自己去找到自己内心的安宁跟内心的一个平静。那个不单单只是某一个好像特别的一个表达形式，或是说特别的用言语去说我去爱自己，或者说我去买什么东西给自己。而是我觉得他有看见你们灵性上的一个成长。好，你们更加的专注在内在，有些东西你们放手了。好，有些东西你们不再去紧紧的握在手上了，反而是这个东西，这个能量，我觉得非常的吸引着他。你们不是那一种哭哭啼啼的，然后死去活来的，因为这段感情，或者说因为其他的事情而哀伤而哀掉。相反的，你们有一种，好，我经历过了，我走出来了，我活下来了，我要专注于我现在我能够掌握的事情，我要开心的活着，活着过每一天。你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对方真的是非常的被触动。他喜欢你，喜欢你什么呢？喜欢你们内心的纯真单纯，这是他眼中的你，也喜欢你对于人生的一个很深的感悟跟体悟。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反差的地方，就是你们有非常纯真可爱的那一面，那也有非常世故成熟的一面。单看你要拿哪一面出来面对人，所以他真的是被你的这种特质深深的吸引。他其实也想了非常非常的久，他知道你们两个好再一次在一起的时候，还可能也是有一些课题是需要去解决，是需要去面对的。可是他愿意跟你去面对，而且我觉得在新的连接之后啊，他愿意退让的比较多，愿意包容的比较多。在这段感情中，他会把你稍稍放在一个以你为主体的位置去发展。好，他想要跟你去牢牢的抓紧彼此的手，他也希望你在他的身边，其实一直都是可以很开心的，就像这只乌龟懒洋洋的，什么都不动。他想要跟你过那种岁月静好的一个小日子，就是两个人一起吃饭啊、看剧啊、散步啊、去大卖场买东西，这些很日常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小确幸。我觉得在这连接的时候，你们并不去追求一个轰轰烈烈，而是你们更加珍惜眼前这个一日复一日，虽然是平凡，但是这种稳定踏实的能量，其实你们会非常的去珍惜。好，接下来我们再对应一下对方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个能量好，这张牌是鱼。好，
我觉得它就是你最忠心的小狗狗啦，有一点小奶狗的样子。我觉得它好想要向你撒娇哦。这个是你们遗落下来的这个鞋子，也有可能像是灰姑娘的玻璃鞋，它就会去拿着这个鞋子到处在找你，找说这个鞋的主人是谁呀？好，尽管这双鞋哦，你可能觉得哦是你穿很久臭臭的鞋子，可是这个对它来说其实就是有一个独特的香味会吸引着它。但是不管你们身上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呈现比较邋遢，或者说小缺点啊，那些你自己都觉得是怪怪的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神经质的部分，他就会去喜欢你的怪，包容你的怪，而且他不觉得那个是怪，他就觉得那个是你特质的一部分，你的天性的一部分。然后这只狗狗，我觉得它是需要你去陪伴它的。要是你们都不理它，或者是说表现得很冷淡的话，它也会跟你闹脾气，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不开心的地方，它是需要你花时间去关心它的。那它也，我觉得它这个狗狗的能量就是它对于它的主人是很忠诚的，它对于你们是很忠诚的。它有一点，我觉得在爱情中会以一个比较以你为主的一个姿态，它希望你是开心的。然后在这段关系中啊，你们给彼此很多的滋养，它就像是一个大树一样，这段关系的连接会越来越深，越来越稳固。然后我也有看见，其实你跟他的能量，你们的能量中都有一种，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准则，而且很多时候，你们的心中的那个道德跟公平正义啊，我觉得会越来越达成一个一致，就是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做什么事，什么情况下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会慢慢的去达成一致，因此你们两个的三观呢，我觉得会经过一些磨合或者经过一些沟通之后取得共识，所以相处起来就是可以非常的稳固，达到一个最终极的彼此灵魂上的认同跟选择。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其实真的会有很多话聊，蹦出很多的火花。如果其中一方有比较喜欢创作的话，可能会以这段感情为灵感作为创作，会有很多的想法，会有很多想要去表达，画出来、图画或是说出来都有可能。好，那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还可以去互补，就是一个人身上如果有不擅长的地方，另外一个人会去补足他的一个弱项。好，对于他来说，虽然他是这种很这个。就是有一点小奶狗的部分，但是他也很需要你去赞同他、欣赏他的一些能量。他也希望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你会去欣赏他身边，就是像鱼一样，可以带来很多的资源。就是他会希望，你可以去发现他的闪光点。你看到他的时候，也会觉得啊，你这个方面做得很好，很厉害，或是说，就是他很喜欢，就是他很喜欢看到你眼中去崇拜他、欣赏他跟理解他的感觉，会有这样子的能量。好，过去的那个章节啊，已经结束了，新的章节、新的篇章，你们新的故事啊，要继续写下去。所以呢，真的，你们过去不论是有吵过架，或是说有对彼此做过一些伤害彼此的事情，那些东西已经被合起来了。新的能量就是比较温暖的、比较积极的、比较有爱心的。然后在鱼这边呢，我也看到，其实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有很多灵动，会有很多可爱、新奇，甚至有一点点顽皮的能量在里面哦。你们两个会互相的有很多，我觉得那种很黏腻、很亲密的一个对话，然后在肉体上、在肢体上也都是很想要紧紧的去拥有彼此。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对方想要的，我觉得也是你想要的。你们想要一个没有那么多隔阂的爱情，你们也想要一个比较落地的感情，会想要知道你跟这个人在身边的时候，你是可以安心的，你是可以去有接下来的一个规划的。它并不像是初期认识像暧昧一样，有一点摸不清对方的心意，而是你们两个真的是深入的了解彼此之后，选择要在一起的那个安心感跟那个默契，
他就是想要跟你走完你的这一辈子，就是我觉得他会有那种山盟海誓、白头偕老的这个画面出现。好，不管这个世事有多么的变化，他对你的爱是忠诚的，他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你们两个的缘分也真的是非常的深，因为很多人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错过了就错过了，可是你们竟然能够又再一次进入到这个连接，又能够再一次打开这一段缘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你们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去诉说，去连接当时没有好好去完成的那些心愿，去说当时没有好好说出的话。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重新连结之后呢，你们的一个心情哦。好，其实我觉得你们也是有在期待跟这个人重新的连接，而且你会感受到这个人在重新连接之后，他会比之前更多的浪漫感，会比较多分享的感觉，会有很多的仪式感在这个里面。你会感觉到他生活中处处的这种用心跟细心，可能他在跟你见面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头发，或者说他的穿着，他会去搭配成你最喜欢，或者说最令你心动的那个穿着，他会在意他的一个装扮，或者是说他在跟你去约会的时候要去吃什么餐厅，是一个你们会去喜欢的那个场景，我觉得对方会去留意，会去安排等等的。另外就是，也许你们过去常常都会对外在的世界产生一个抵抗的感觉，特别是当你身心灵状况比较不好，或者说外在有一些负能量的时候，你们就会下意识的去放大一些不愉快的经历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这段关系重新连接之后你们会对于周遭的环境那些负能量更加的有保护力，有点像是这段感情的连接，让你对自己会对于人生的未来你更加的稳定。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另外一个人，他可以跟你一起度过，可以一起支撑你。你有问题的时候，是有人可以讨论，有人可以去分享的。因此，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解读我觉得会有比较光明的一面，跟比较正向的一个认知。有一种过尽千帆皆不是，唯愿心系一个人。其他的东西他都不要了，他心中只要你。就是不管生命中出现多少桃花，多少选项，多少诱人的选择，我觉得他也不会迷茫，不会心动，因为他知道他这一生真心所向，真心所爱的，真的就只有你们，真的就是想要跟你在一起。好，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正缘哦。这个会陪你们走到最后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过去到现在一个能量状态的对应哦。好，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牌卡。这三张牌让我感觉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目前生活上有一些压力，或者说从以前到现在累积的压力在于什么？你们的一些压力，你们的痛苦在于你们其实太认真在生活，或是说有些事情你们很较真，你们很希望找到一个真诚纯粹，或是说你们用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单纯真心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可是你身边也许出现了一些恶霸，出现了一些他想要去掌控你的人，他想要去控制你的生活。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一组有故事的人。那在过去有一段时间，你们可能放弃了你们生活的发言权，或者是说你将你生活的主导权交在别人的手上。你可能为了一段爱情委曲求全，或者是说你为了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戴上了一个面具，你假装
一切都没有事，你把你的需求吞到肚子里面去，不敢跟他说出口，因为你不想要破坏对方对你的一个印象，所以你假装一切都没事，假装一切都很好。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过去可能也是活得很尽力，活得很辛苦，在端出一个完美的样子。好，就像这个女生，她穿着纱裙在跳舞，也许你们不喜欢跳舞，也许这个样子，这个很优美的姿态是别人想要你呈现出来的，你就努力的被表现出来。你们很像是一个傀儡吧，有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的活着。还有你们的身边呢，我觉得可能在感情上出现，在感情中欺负你们的人，他们假装是你生命中的白马王子哦，他本来是你觉得你跟他是同类，可能你们都是这种美人鱼家族，可是其实他是大白鲨，只是他假装是王子，他是来吸你的血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这一组，你们真的是遇到一个可能有自恋型人格的人，在过去，那你以为他很成熟，遇到问题是可以担当问题、处理问题的，没有想到他其实不是很成熟，然后就是跟那个他外表说在他事业上的成就的高度是不同的。他可能内在反而是一个小孩子，不敢承担，会逃避，然后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很真实、很真诚的告诉你们，然后还可能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一点点过度的自大，过度的坚持他自己的想法。在这样子的关系中，他很可能会想要去打压你。当你比他闪耀的时候，他去打压你；当你说一些他觉得不顺他的意，或是跟他想法不同的时候，他就会批评你。当你穿了一件你喜欢的衣服的时候，他很可能会觉得，这个样子不是他喜欢的样貌，或者是说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要求你们，也有可能是在经济上去要求你们。就是这个有些朋友觉得在金钱上，你过去可能有一个对象，你会觉得跟他相处起来，在金钱上这一部分不是让你很舒服、很坦然，或者说他跟你在金钱上有一些计较。那我会觉得这3张牌出现其实宇宙有点在提醒你们说，当你在一段感情中持续的撞墙，持续的不能尽你的心意的时候，不能如你所愿的时候，是不是他其实是在提醒你们应该要转弯了？那有些朋友，我看到你们现在有一点点担忧，这好像是跟年龄有关哦。那这里的讯息是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年龄是你们生命中的一个很宝贵的勋章，不是你去贬低自己的理由。所以你们这一组的朋友真的不差。当这些痛苦，当这个伤害你的人他离开之后，其实就会迎来不一样的一个美好哦。好，你们真的曾经在感情中有去为难过自己，也去努力过，可能到最后你才发现，原来对方跟你想要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原来对方不是你心中的那个样子，不是那么的真诚，不是那么的愿意为感情付出，原来他是有一些控制狂的，原来你在这段感情中其实不快乐，但是又想要去维持一个名分，或是说是你就是想要跟他维持男女朋友的身份，或者维持一个什么样子的连接，以至于你们在退让，或者是你觉得你就是喜欢这个人，你没有办法自拔，你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对方没有去珍惜，没有去看见，反而给你很多很多的要求。我看到你们过去在某一段感情中，很可能觉得很脆弱，或是你常常会去质疑自己，常常会需要提醒自己去符合某一个人的标准，去改变自己。那宇宙其实告诉你说，这些就是当你在感情中变得，你觉得你自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动辄得咎，说什么都不是，做什么都错，或者是说你要去
去承担很多不属于你的责任，或者有些朋友你们会有一种婚内失恋的感觉，很孤独，好像对方只是一个室友嘛，觉得很孤独的情况，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要怎么逃脱的窒息感。好，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哦，这个人他看待你的眼光不是一个真实的样貌，就是不是你真实的样貌，因为他本身的动机就不纯正，他有点像是来吸你的血，来吸你的这个青春美貌年华，或是动念你在财产，或是说他想要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他觉得这样他的生活可以更加的便利啊，更加的给他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之类的。不得不说，我会觉得这个人的眼光很好，因为他选择了你们。可是相对的，你们选择了他，可能就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哦，比较世人不清。好，其实你在这段感情中，可能你觉得，常常被他骂的那些动辄得咎的一个缺点，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啊，是无比珍贵、宝贵的一个优点、一个特质，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看低你的人，就觉得你错了。其实你们这一组的朋友，真的，你们可以去重新写这个爱情的故事，重新去写自己对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描述？你的自我对话中，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们在爱中不必活得那么卑微，那只是因为你们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当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做自己。你们不用去在爱里面委曲求全，也不需要去受那么多苦、流那么多眼泪。好，这个是你们对应到的一个能量哦。那我们接下来帮大家看一下。你跟这个人相遇的时候的你们的能量的状态哦。好，先第一张牌是这个许多的面具哦，在空间中迷失，需要一个方向，正在关起来的一扇门哦，满溢出来的一个能量。好，你跟这个人相遇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呢？你们好像有很多的这个面具，你用戴上面具来掩盖真实的自己，也可能是你戴上面具来保护自己。你们受到很多社会期望的影响，可能你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你戴上这个面具来扮演。来融入那个场景、那个环境，但是很多朋友，你们可能这个面具戴久了的时候，你都忘记你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你可能同一个表情，太久了的时候，这个面具就已经完完全全卡在你的脸上，拿不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出现这张牌，它其实是一个召唤，就是你遇到他的当时的那个时刻，你真实的自己哦，你的内在小孩，他其实想要出来，他不想要再受到其他人的期望、其他人的想法所限制，他希望你可以去摘下那些面具，然后他希望可以，就是你的内在小孩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去探索你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出现有些朋友你意识到了，你过去一直以来都在戴面具，你都在好像口中说的不是你的真心话。你们有一个冲动，是你想要拿掉、撕下这些假面具，你想要去展露真实的自己，也在生命中去看见一些新的可能、新的方向。你对你的自我认知也正在改变。我觉得你们会对于自己探索自己这件事情充满了更多的好奇心，去了解自己喜欢吃什么，自己喜欢穿什么，自己适合用什么样子的护肤品，或者说自己在什么的情况、什么事件的情况下会特别的低落，或者是看到什么讯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更加的去认识自己，而且你越来越去看见自己的潜质，以及你想要什么样子的关系，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你们会发挥各种想象力去做很多的尝试。好，有的时候你看第二张牌，这个女生她手里拿着一个地球，有的时候在生活中你们会迷失方向，你们可能也会去看那个社群媒体，你会觉得嫉妒别人的这个生活
比我好，或者是说你会跟别人比较，或者说你看到了这么多的讯息，你有些讯息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担忧、很恐慌，或者是你们有一点迷失在人生中的一个方向。好，可能有些朋友是婚姻触礁，有些朋友是感情一直找不到对象。那这个迷失方向，它的另外一面就是你们也在寻找一个方向。这种情况啊，特别常发生在你的能量升级的时候。当你想要为更好的自己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能量出现了。他渴望去做一个，我觉得算是破坏性的，它是一个破坏性的能量，完全破坏掉旧有的东西之后，积极的一个重建，再转变。这2张牌都是一个在转变的牌哦，在转变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你过去对于爱情的那个信念、爱情的那个认知已经改变了。就是你们可能过去会觉得啊，你需要什么样的对象？可能你觉得你需要这种很会讲话、很会哄你开心的人，可是最后却发现他是一个大白鲨，或者说你需要一个有什么样子社经地位的人，但是却发现他其实不是这么的好相处，或是说那里面其实有一些猫腻，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隐藏的可怕的这个情绪的风暴在里面。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正在重新的调整，重新的想说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或者说感情上应该要选择什么样子的一个对象，你会慢慢的去反思过去以及决定未来哦。在这个不确定中，你们想要寻找一个方向，寻找一个确定感。然后我也看见这是一个你会好好照顾自己，让你自己恢复能量的一段时光。好，接下来这一张牌是这一扇门正在关起来，关起来，它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完成。这一张牌，我觉得深刻的体认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深刻的体认到过去那些痛苦、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你们亲手把这个门关上了。好，过去在一段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关系，你觉得要跟他完结了，你觉得要把那些不属于你的标签撕下来，甚至有一些朋友，你们愿意重新好好看待自己，因为你们的能量本身是闪耀的，是美丽的，但是我觉得过去真的是被一些外人的声音言语，也许是长辈，也许是一段感情，它让你觉得你是不美丽的，它让你觉得你是没有价值的，它让你觉得你做什么都不行不可以，所以你以为你要依附在这个长辈的声音，或者你以为你要依附在这个体系，或是你以为你要依附在这个人才有办法活下去，除了他之外都没有人要你，或是离开了他之后你就找不到对象之类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看到你们在关这一扇门，它是关掉一段不适合你的有毒的关系，或是某一个情境它是一个会伤害你的状态，你们离开了，你们愿意去关上这一段门。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关系真的，或者说这个状态真的已经拖很久了，它会让你身心俱疲。你们愿意关上门，就是你愿意去离开这个困境。你呢，我觉得你开始呼应你内心的一些想法，还有呼唤吧，你愿意去把那些杂音杂讯通通都关上去。好，那你们会鼓起勇气，真的是拒绝一段有毒的关系，拒绝一个不好的情境，拒绝一些人乱给你的建议等等的。而且这扇门关上之后，你就不会再去敲它了，你不会再想要把它打开，因为曾经你们真的是有点像是在门缝
就是要关又舍不得，然后又这样偷偷的去看说，这个人会不会再回来啊？还有没有机会啊？他会不会再对我好？毕竟他曾经也对我好过，他会不会又再想起我？他会不会挂念我？我看见这一刻，你们真的是心死了，把门关上去了。好，你不会再敲他了，因为你知道这背后可能也就算回应你的也不是真心，还可能是一个谎言，然后又要继续跟你的纠缠。好，我觉得你们终于明白说，这个关上门哦，它是一个礼物，因为你终于可以去脱离一个其实不是这么适合你的人，而且你们有可能就是你看下面这张牌嘛，它是满溢出来的祝福，你们有可能关上这扇门之后，哇，觉得很庆幸哦，很庆幸，为什么？很庆幸原来当初没有跟他发展下去是对的，拒绝他是对的，或是说他拒绝你是对的，他劈腿这件事情，往后来看，其实是一个礼物，因为你会知道一些事实，你知道说当时那个情况继续跟他发展下去，其实是对你不好的，你会恍然大悟哦，当时发生的那个令你伤痛的事件，使你迫不得要离开、放弃这段关系的这个事件，真的是一个好事。他可能呢是一个这种渣男渣女，或者他是一个海王，他就是喜欢到处流连，到处看看都有可能哦。这一组的朋友，好，我觉得你们会感谢当时的那个你自己，虽然很痛，可是你愿意关上门往前走，往前走要做什么？满溢出来的这个祝福太多了，太多的美好事情向你走来。这个宫殿的能量好漂亮，它好像是水中的宫殿哦，它在里面有什么？等着你的美好祝福，还有等着你的这个爱人呢。我觉得他跟这个皇宫水中的宫殿的能量连接在一起，代表他是一个很深情的人，他是一个有高尚品质跟品格的人哦。好，过去你很可能不认为你值得拥有这样一个水中的华丽的宫殿，你觉得那个是不可能的，你觉得这么丰富的一切，这么丰富的物质生活享受是你不值得拥有的。可是当你关上了那一扇门，真的也算是关上了一个限制性的思想，你才看见哦，原来生命宇宙提供我其他的选项，你过去看不到它，是因为你以为你不配的，你以为你没有办法拥有它。即使在你生命中，它即使就是有方向可以走，你也会就是下意识的视而不见。当你从你自己旧有的框架、旧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透过丰盛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生命中有很多的美丽跟爱。这个美丽跟爱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宇宙。然后宇宙在这一份美丽跟爱中，它也要送给你一个就是你朝思暮想的这个正缘，这个恋人，我觉得他其实也在寻找你，你在找他的同时，他也在寻找你。这种满溢出来的幸福啊，有一点来的太多了，或者是说太满了。我觉得你们有一点会很感动，喜极而泣。就是你们下一次哭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你既然那么的幸福，你有一点太过感动于哭，太过感动的哭哦。这个是宇宙要给你们的生命的祝福哦。好，这里面会有一个讯息，就是你所爱的人，他即将要来到，他即将要带着他高尚的品质，还有物质上的丰盛来临。好，看一下对方的能量哦，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首先，我们的第一张牌哦，这个是夜莺之灵哦。好，这个人他可能声音是好听的，然后呢，他很会唱歌，或者是说他讲话的声音有娃娃音，或者很有磁性，就是光是跟他通电话，听到他的语音就觉得你的耳朵怀孕了。好。夜莺哦，它是在这个黑暗的深处、黑夜的深处，它会去唱着爱跟希望之歌。那夜莺它也是黎明的预言者，
在夜晚的时候，他唱歌提醒你说，黎明很快就会来到，太阳就要再次升起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有爱的人哦。即使你在最低潮、最脆弱的时候，他也会用他的歌声或者是他的言语去鼓励你，告诉你说，其实光明很快就要来了，你们不用去害怕，你们也不用去沮丧。那有光明，然后也有黑暗，它其实是共存的。他会告诉你说，你其实不要对黑暗那么的害怕，因为黑暗的相反就是这个明亮，就是爱跟繁荣。它会让你觉得你是被爱包围的，它会让你认识到，只要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接受到很多他细致的、精心的一个体贴的服务，或者是说他会在言语上去关怀你，去提醒你，你记得要吃饭啊，你记得要早点睡啊，或者说你的一个身体状况，他也会去注意你，还可能他会帮你按摩等等的，就是让你的身心灵都可以更加的放松。特别是如果你们比较容易情绪起伏比较大，比较容易紧张，或是会有失眠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哦，你听他的声音应该是蛮好入睡的。他的声音的这个震动的频率会让你的心安定下来，安稳下来。对，他的内在有很多的爱，他可以去爱你，然后你在他的周围很快的就感受到爱的能量的迸发。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情绪会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也觉得自己是被爱包围的。好，第二张牌是这个蜜獾的这个灵魂哦，勇敢无惧的一个讯息。这个在说什么呢？这个人他对于他的理想真理是有所坚持的，他不会畏惧别人在说什么，可能他的理想跟他的想法是某一个比较小众的，或者说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就会很坚持去做。也许这个是一个有关于环保的理念，有关于照顾弱势的一个理念，或是有关于他想要去创业，有关于他工作上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他认为对的事情，他就会去做，他认为是真理，他就会去做。他是一个勇敢、大胆、无惧的人，他是一个相信他自我意志的人，而且他会你会看见这个人是言行合一的人，他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是如此，在追求感情的道路上也是如此哦。无论当时你们两个所处的外部条件如何，可能有远距，或是说有其他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他都不会害怕，因为他会说，他选择他所爱的人，他真的就是无畏的往前走，也不会有其他人能够去干扰他，他的父母或者他周围的朋友都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甚至有的时候你们想要去，因为你们自己不自信，想要去打退堂鼓，给他设下一些考验，我觉得这个人也不会被考验所击倒。他看到那个可能设下一些防备的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柔软的心，我觉得他能够去看透，所以他会向你走来。那他会去主张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会去告诉你你们的关系呀，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努力，或是说在他的勇敢之下，其实很快就会变成是畅通无阻的这个绿灯。他是一个愿意采取第一步，或是他愿意更加主动的人，而且他在感情中，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保护的能量。如果你身边有人想要操控你，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你，他会挺身而出来保护你。然后特别是如果有前任要回来干扰你们，他也会就是很直截了当的说，不行，或者说就是把你们两个隔绝开来。他有决心，他有信心，对于这段关系的承诺，他是可以去完成的。他会去，我觉得他会去贯彻他所说的话，而且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聪明跟灵动的人，他会用你舒服的方式来接近你。好，这个人他其实我觉得他有着很鲜明的一个特质，
他会去他会去用他的行动力，将他所想要的爱情结成一个美好的果实。我觉得他的特质就是这样，给我很多积极、大胆、无惧的一个能量哦。好，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好，上一张牌哦，这个是信心的一个跳跃，蚱蜢之灵。这个叫什么呢？你们在遇到他的时候，就是不要想太多，相信就是了。有点像是你真的是要放手一搏，因为这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可能对于爱情失望了，或是说，因为这个人条件也蛮好的，你会想说这个人会不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会有很多的莺莺燕燕，或是说他的心不定，他会不会很难伺候，是不是什么公主还是王子，会不会又像之前那个人一样很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因为这个人的条件好像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那么好的一个人，你们就会在那边想说，他会不会有一些难搞的地方，或者说他的家人会不会有一些难搞的地方？我是不是不要选一个这么好的人，我就退而求其次，选一个差不多的人，这样就好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跟他在一起会有压力，或者是说跟他在一起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忠诚的状况什么的，或者是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在担心自己自身的一个状况会不会被他不能接纳。比如说你们可能是有些朋友，你们有婚姻，或者是说有孩子，有过婚姻，有过孩子，你会担心说这个会让你在寻找感情上变成是一个阻碍，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贴一个标签，你会觉得你的条件没有那么好，然后跟他讲了这些之后，他会不会就是跟你说一些让你伤心的话，打击你的自信心？所以你们其实不敢，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很好，你也喜欢他，他也主动的去追求你，或者说主动的跟你示好，邀约你，但是你们可能有一些不敢，有一些犹豫的地方哦。好，这一张牌的出现说，你们真的是不要想太多，要去信任这一段关系，他这个信任会带领你进入到生活的下一个层次。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的这个信任，它就像是往前一跳一样，它要让你进入到更好的一个生活。这个是一个很幸运的时间点，但同时它对你来说可能也是跳往一个未知的时间点，所以你们有的时候会想要去抵抗，因为未知对你们来说是害怕的，你们可能想要去停留在现在这个区域，不管它舒不舒适，至少你是熟悉的。今天要去往前跳，今天要去接受这个爱情，它可能需要改变你目前的生活状态之类的，你会害怕，或者说他可能会需要你在工作上的一个调动，你其实会害怕，会不会说我跟他奔去之后然后我去换了工作，或者说我经济上还没有这么的能够掌握的时候，我就是贸然的跟着他，结果最后没有好结果，会不会落得一无所有，或者说我贸然的相信他，你会不会最后就是两头空等等。就是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有好多的思绪在你们内心一直的想，一直的打转。那蚱蜢之灵出现的时候代表什么？你们真的是要去建立你的自信，建立你的自尊，你要去看见你的价值。今天宇宙送这么好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是因为你们也很好，你们要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去看见你自己，你就不会觉得自己不配这个人。好，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们要往前跳，而且你们往前跳之后就不再会去倒退回去。你们一定要去听从你内在的直觉，不要去听从那个内心一直恐惧、害怕、胆小的自我，因为那个恐惧的部分，它会抵制你往前跳，它会抵制你相信这个新的人，它会抵制你去做一些改变。你们真的要去相信，运气是站在你这边的，运气是站在你身后的，充满信心的往前跳，放手一搏，把你自己交给这个人。只要你愿意相信他，其实他这边真的是提供给很多的好东西要给你。
在这里，你可以去找到你一直以来寻求的一个安全感，精神上的一个慰藉。你可以跳入的是一个丰富跟好运，一个他提供给你，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精神上跟物质上的一个生活。那是一个很美丽的跳跃，很美丽的开端。它带给你的是一场新的经验、新的体验，然后充满意义的一个生命。所以你们真的是要去相信这个人，就是放手的信任他。好，下一张牌的能量是我们的孔雀之灵出现了，让它闪耀。好，这个人呢，我会觉得第一个，他前面说过唱歌蛮好听的，可能他的这个头发会有一些装饰装扮嘛，或者是他会去抓头发，唱歌好听，或者是声音很好听。然后我觉得他的外貌也是不错的，他对于他的外貌是有自信的，然后别人也是喜欢去欣赏的。他可能这个外形跟外观呢，就像孔雀一样，是很吸引人的。只要他去摇动一下他的这个羽毛，就是好多人都会想要去拍照，好多人都会想要去给他鼓掌。他有一个渴望表现的一个欲望，就是我觉得他某一方面而言是比较外放的能量，有一些闪耀，有一些幽默的能量。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开一些比较开一些玩笑，就是以幽默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的这个自信。他的自信不会让人觉得很强势、很讨厌，相反的，我觉得是一个你会心一笑的一个方式。那孔雀是一个很华丽的生物，然后它有很多漂亮的色彩，充满很多的生命力。那你跟他在一起之后要做什么？就是跟他一起庆祝，跟他一起跳舞，跟他一起享受这个幸运，跟他一起充满喜悦。我觉得这个人某一方面而言，他是那一种被上天眷顾的人，人生胜利组，或是幸运儿。这个并不是说他一定就是一帆风顺。当然这一组我就会觉得有蛮多是那种就是家境也还不错，然后成长背景什么都还不错的一个能量。但有些少部分的这个人，他本身的特质是好的，所以你不管把它放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他最后都会像孔雀一样去展开它漂亮的羽翼，去让大家去看见它的美丽，他都会去绽放，他都会去跳舞。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点，他会在某一个领域中成为一个专家，去树立一个典范，让很多人想要向他靠近。他这个能量是吸引人的，可能他会有一群追随者，可能他会有一群他的学生，可能他会有一群欣赏他的人吧。他的能量是很多人想要向他靠近，或者说在精神上是尊崇他，是崇敬他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带来非常非常多的美好，因为我觉得他对于人他对于世界上的真心真意，或是对于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善意他是有信心的，所以他的感受力跟感染力是非常强的，这也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对方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呢？好，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野叶麦野叶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对方眼中的你们是一个，其实你们有自己很明确的特色，就是你们有自己独到的这个外貌，然后你也有属于自己的天赋跟热情的地方。你们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看见你们身上很多的潜质你们可以去发挥你的潜质，去经营一段很快乐的生活。那这一组的朋友，这个人他看你的时候，他看到了你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我觉得生命历程吧，然后他会觉得说你们是有一个疑惑的跟好奇的心你们对于生命有很多的疑惑，你会在你的生活中去寻找很多的可能，你会去找方向，你们尝试很多的方向，在感情在工作你们可能都有一些尝试，或者说你们去
寻找哪里才是你们心之所向的地方。那你们愿意这么去尝试，也是因为你对于生活是有热忱的，你对于生命不满足，你对于现况不满足，所以你想要去寻找。有些人你们找的是爱情，有些人找的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标。所以有的朋友过去在他眼中的你们可能有这种会换工作，或者是说换伴侣，或者说搬家，就是你们常常可能你们会借由变换一些东西来转换心情，或者你会变换你的妆容、你穿衣的风格等等，或者是你会去变换一个发型。好，这一组的朋友他有看见你们生命中的这些变动，可是他不觉得你们是在浪费时间，他不觉得你们是好像一事无成，相反的，他看到的你是你身上的优点，包含了你们对生命中的一个抱负，跟你们希望拥有丰富的人生体验，所以你们去做了很多的尝试，或者说你们尽可能的去享受人生，尽可能让你的生命活得快乐。好，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在他的眼中，你是一个很有情趣、很有情调，或者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他去学习、值得他去探索的人，因为很可能你们的专业领域不见得相同，或者说你有一些兴趣，你有一些对灵性上的体悟、感想、感知，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会觉得在你身上他看见了生活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所以他很欣赏你，他也很想要去了解你，他看见你们，我觉得你们背后也是有一个很坚强的心存在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不是弱者。你们虽然有的时候退让，有的时候忍让，有的时候委曲求全，可是那是因为你们是坚强的，因为强者才能够后退，强者才能够忍，强者才能够跪，所以你们绝对是精神上的一个强者。过去我觉得很可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你在某些时期、某些情境下忍让，是因为那个是权衡之后你觉得伤害最小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这个是金雀花的一个能量哦，金雀花。好，金雀花可以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哦，我觉得他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哇塞，你给他很多的阳光的能量哦，你的这个笑容，你的这个出场，或者说你的这个表情，或者说你跟他相处的互动的模式，你跟他谈论的话题，他都觉得你很特别，很有想法，很有同理心，也蛮能够去包容他，蛮能够去接他的球，蛮能够去跟他互动的，就是话匣子一开就停不下来，而且你带给他很多阳光的能量，他会想要持续的保护你，或者说你提供给他的能量，让他有勇气继续为这段关系努力，继续为这段关系奋斗，继续去好好的投入到这一段关系里。所以对他来说啊，你们就很像是这个金雀花一样，金黄色的花瓣带来阳光般的能量，然后它会在这个金雀花，它会在早春的时候开花，然后花开的非常的浓密，也象征了说为这个大地带来希望，然后以及这个大地将要苏醒了，所以你们本身身上有很多疗愈的能量在里面，疗愈啊、清晰啊，还有给他充电的能量，他很喜欢去跟你相处，他会从你的眼睛，或者说从你的这个身上找到很多的信任跟很多的希望。这个人他也是有他低潮的时候，他虽然在外常常给人很阳光很积极的能量，可是当他低潮的时候，他一样需要有人在他身边，而你们就是那个唯一可以走入他的心的那个独特独一无二的一个伴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能量迸发出来。好，第一张牌哦，这个嘛，这张牌有点这个非常的亲密，非常的这个
怎么说，非常的甜腻，两只这个小猫咪抱在一起，然后有一只猫咪在舔另外一只猫咪哦。好，你跟它呢是怎么样？就是你们两个就是常常会要亲亲抱抱，然后它常常可能会跟你说一些很肉麻、很甜蜜蜜的这个情话。就是啊，我很想你，我很爱你啊，然后之类的，他会去，也可能会去用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来称赞你，让你很享受在他的这个称赞，他的这个赞美，甚至是用一个很夸张的方式来去拍拍手鼓励你。当你帮他完成了一件小事情，或者说当你送他一个礼物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很夸张、很英雄式的。或很女神式的这个欢迎来去迎接你，来去谢谢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跟他在一起是非常有情趣的，就是会给人觉得哇，整个世界都充满很多粉红色的泡泡，有很多欢乐的能量在里面。好，第二张牌哦，第二张牌也是一个这两只猫咪的动作都是一样，就是在舔什么？它在舔一个圆圆的地球，然后从地球这边呢有一道这个五彩缤纷的这个彩虹哦。怎么说？这个人呢，他喜欢圆圆的，然后会去舔，这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这个具象化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嘛，或是或是大家就把这个地球想象成你们，对他来说，你们的这个诱惑力真的是无法去抵抗，就是有点像是你，就是在从你的这个。你的声音，你的影子，让他魂牵梦萦。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梦到你，或者说你们分开的时候也会去看着你的照片，也会想到你，看着你的文字讯息。我觉得这个人好想要跟你有肢体的接触、拥抱，然后想要去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去舔你嘛，想要去咬你都有可能。就是他会很想要跟你有一些很亲密、很亲密、很黏腻的一个这个肉体上的一个碰撞。好，接下来这个是这个死神牌，跟下一张。tenacity 这个固执、顽固跟坚韧的一个部分哦，这个代表什么呢？好，这两张牌啊，大家看一下，都是这个猫咪的蝙蝠，它们有蝙蝠的翅膀。我觉得这个人他本身对于感情其实是有很强的保护欲。刚刚说过，他其实有很多善良美好的一面，他也相信。他基本上相信人性是好的，然后他也不会去把别人想得很恶，或者说以一个不好的立场去预设别人的想法。但是，如果说你们今天生命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人、小人、负能量，或者说要伤害你们关系的人，我觉得他内心中也是有这种比较阴险，或者说比较小恶魔的一面。他也是一个聪明人，就是如果你以善对他，他也是以善对你。可是如果你今天对他有一些，不是你们啦，就是不是你们，应该说如果其他人对你们，或者说对你，或者说对他有一些歪脑筋，有一些坏念头，想要去欺负你们，想要去伤害你们两个建立起来的这个感情啊，或财富或资源，想要去夺走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不再跟你玩这种很客气啊，他也不再玩这种，就是不会再表现出一个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那个样子。他有他会算计的一面，他有他阴险的一面，他有他头脑聪明、伶牙俐齿的一面，他要去反击，这个能量非常的强哦。好，他绝对可以像蝙蝠一样，就是去攻击你，在黑暗中去攻击你，然后他也可以去真正的抓住你的弱点，就往你最弱的地方咬，就是他会去攻击坏人。大家不要担心，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太天真了，什么都往好的地方想，然后什么都
相信人性本善，可是这个世界上明明就会有一些恶人，明明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说明明就会有人泼脏水。大家不要担心，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真的不是那种天真的小男孩、小女孩，他是懂得去处理，他是懂得去那个背后的那个利益模式是怎么运作的，他其实眼睛看得很清楚，看得很透，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他可以世故，也可以天真，单看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如果那个环境是善的，他真的就是把他最天真、最小孩的一面拿出来。可是如果这个环境是比较争斗的，比较需要去争夺的，他其实也不害怕，甚至我觉得他要去比这些手段啊、套路啊，有一些点子啊、计谋啊、谋略，他是不会输的。他的脑袋绝对是聪明的。好，这个聪明可以用在好的，也可以运用在他去抵抗一些不好的能量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很特别，它也是可以变成这种小恶魔、黑魔法。如果真的生命中有什么需要他去铲除的能量，他也是义不容辞的跳出来，没有在害怕的，他不会去退缩，而且我觉得他心里就是很有自己的一套，他对于自己是有信心的，要怎么去对付这些敌人，要怎么去打仗，他真的是你们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后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爱情的一个神谕卡。好，这张牌在说什么？你们两个之间呢，就像是一个有强大的这个引力把你们拉在一起，强大的磁吸力。这又是一张有没有亲嘴的牌？所以真的是，他会很喜欢去舔你、亲你啊，就是很喜欢跟你有这种脸颊嘛，身体的一个碰触，这个会让他觉得很兴奋、很开心。好，你们两个会去，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会去期待，对方的来电，对方的这个讯息哦，你们两个会有很密切的一个交流。刚刚说过，你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就会有各种肉麻的、甜腻的各种情话都会有，然后很多，你们可能遇到他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也是一个这么的会调情的人，原来我可以这么的肉麻，原来我可以这么的萌，我可以这么的可爱，或者说原来我可以这么的浪漫。我觉得你很多的开关会被这个人打开哦。你觉得以前就是我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啊，你们会有一种可能你过去觉得自己是丑小鸭，可是在跟他相处之后，你会发现我根本就是天鹅啊，原来我就是这么的美好。这个人他给了你非常非常多的自信，然后我看见你们整个人都在闪耀，你会去相信你自己，你会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你会去做一些你以前不敢做的事情，你也去愿意去。我觉得在工作上或是在其他生活的方面，你们也会去接受一些挑战，或者说开启一些新的项目。重点是你在这段感情中真的就是闪闪发光，然后被爱包围，你们整个人都有一种回春的气质，就是更加的年轻，更加的英俊，更加的美丽了。好这个人可能会就是跟你他会跟你去求婚，你们的感情不单单只是谈恋爱而已，这个感情是要去发展，是要去升级的。他想要让你变成他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那个人，他想要让你变成他的白头偕老最后的那个人，或者是他想要让你变成孩子的爸爸，孩子的妈妈等等的。对了，刚刚说过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这种有过婚姻，可能你们在寻找二春或三春之类的。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他其实是会接纳你跟你的孩子，就是不能说接纳，就是他就是喜欢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感情。这个并没有说好像是他就是委曲求全，或是他去包容，其实这不是一个包容，就是他喜欢你，然后爱屋及乌，他
跟这个小孩相处的时候，发现原来他有一个可以真心去连接，就是两个人投缘，两个人对位，他也愿意去爱这个小孩。当然是从你开始去爱，然后他发现他也能爱，因为太爱你了，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把。因为可能小孩是小孩是你生命中不能割舍的一部分，他也知道这个事实，他很爱你，所以呢，他就知道他就是要一起去爱，这个是他对你的一个爱。好，你们就是会成为这个人生中的好队友。这张牌，我觉得都有轻轻的能量。这张牌有，这张牌有，这张牌也是。你们两个就是会，体意上的这个交换，口水的交换，这样吗？好，还有这个是说你们是有价值的，你们是值得的，你们的这个价值真的不需要去依赖其他人的一个评论。其实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明白你们真的本身的存在，你甚至不用做什么，你本身的那个存在就是有价值的。甚至你觉得是你自己一些小缺点，或者说你一些不好的习惯，你都不用觉得必须要在他面前去隐藏，或者说我的身体有什么赘肉，或是什么下垂，或是什么地方你觉得要去隐藏起来，其实不用在他的面前，你们整个人就是很有魅力，很喜欢你的那个样子，不用拿一些什么外在的审美观或世俗的观点来去看待你跟你们这一段关系，好吗？接下来再看一下爱的神谕卡有一些讯息要给你们哦，对方想要跟你们说什么？好，你们的关系这个连结会越来越加深，你们的爱会去征服并且改变所有的事情，所以你跟他的感情真的是可以去克服困难。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承诺，它也不是这种几个月的一个好像短期的一个恋爱，或者是一个海市蜃楼的一个画大饼一个诺言。没有，这段感情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好，他想要跟你说的是，你们的感情是可以历久不摧，可以坚若磐石的。好，接下来这张牌是什么？原谅然后这个人想要告诉你说，你遇到他之后你就不要再把你的这个精神注意力能量去集中在回想过去那些事件了。好，因为你跟他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啦，不要去浪费一分一秒去想那个过去的伤害你的人，过去的恋情，过去就过去了。好，请你专注在当下，你们可以一起创造出属于你们的这个实相，属于你们的现实你们每一天的思想或者说你的想法都是有力量的，所以这个人真的是要请你去原谅，去忘记，去走出来，专心在跟他的连接上。好，哇，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会证明说他是值得去托付真心的人，时间会证明他有多爱你。好，如果你去深入的看一看你的心，你会发现他对你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爱的，他对你的爱就像海洋那样的深，那样的广，那样的无边无际，所以他真的是很愿意去爱，很愿意去奉献的一个人呢。好，拥抱就是你们两个，对，你们两个本来就有很多拥抱的一个能量嘛，你们两个透过另外就是两个人有点像是在彼此的身上去找到人生中缺失的那一块，可能你人生中缺的那个拼图，缺的那一角，在他这边找到了。他也是因为有你，他的生命完满了；因为有你，他的生活圆满了。他不再觉得他要去追寻什么，他就是要你，有你就好。对，好像一张牌是这个
秘密的爱慕者有一个人呐、他好像他对你的情感其实表现的比他呈现出来的还要深，他对你的情感其实是比他目前呈现出来的还要深，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遇到这个人，很可能他是一个旧人哦，他以前就在关注你，或者以前曾经。跟你有一段感情，只是当时阴错阳差没有继续，或是当时你拒绝了他，还是怎么样子，或者是说因为你身边有人嘛，因为你之前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被某一个人困在某一个精神的牢笼，或某一段婚姻关系、情感关系中，以至于那个人他只能默默的。看着你的社群媒体，或者说去关心你、关注你，他不敢去进一步，或者说他当时也没有身份去进一步，很可能他，就是很可能你们就是阴错阳差，一直错过了，不是你有对象，就是他有对象，以至于他好像只能把对你的这个心有埋藏的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我觉得这个。秘密的爱慕者真的是有一些人，你们遇到的这个新人，其实也不能说是完全新的人，而是他一直在关注你，一直在默默的帮助你，或者说一直在默默的，就是给你去点赞，给你去按爱心，或者说默默的看着你的一个状态，他是喜欢你的，他没有很好的去表达。他可能就是发乎情，止乎礼，因为身份的关系，因为当时情境的关系哦。好，现在你们结束了那一段关系，你们要走出来了，让你们愿意去敞开，愿意去迎接，而他的身边有一些问题，可能也处理好。因此，这个秘密的爱慕者就是要实际的去展开你们的感情，实际的可以去连接，不再只是躲在后面，不再只是有爱无法说，有苦难言的那种虐恋。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的这段感情就是会发展的慢慢发展，渐入佳境，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这个秘密的爱慕者，可能你们一开始先是朋友，也可能你们现在就是朋友，做朋友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终于他可以去倾诉，终于你也可以去接受这样子的一段感情。好，这一段感情最后很可能就是人生中的伴侣、好队友，修成正果的一段恋情，属于你们的正缘。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你们的能量哦。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属于第三组朋友你们的正缘，这个会陪你们白头偕老的人，他是谁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呢？好，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神谕卡哦。第一张牌是在这个两个世界之间哦，感觉上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过去你的人生状态中有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一次转变，比如说你可能家庭状况不错，后来因为发生一些事情，至于你需要去搬迁，你需要去变动，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本来有一段比较稳定的感情，然后因为外力的介入怎样分开了，就是过去我觉得你们生命中很可能就很像在这两个世界中起起落落，在属于你的世界跟不属于你的世界中穿梭过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好像是彩色的，你很喜欢，但有的时候你又被迫必须要退回到一个比较灰蒙蒙的没有色彩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这个是你们过去的人生的一个状态，感觉上大部分的时间你们都是在孤军奋战。在感情上，很多朋友也许过去真的是这个令你们心境上有重大转变的事情，是一个感情的事件。当你经历了这个事件之后，你就
对于感情的态度比较保守，甚至更加的务实清醒哦。那这一组的朋友，从你们的能量上看起来，我觉得你们是那一种，因为你自己苦过，你们非常的有同理心哦。你们对待其他的生命是很温柔，也很尊重的。你们不大会很武断的去评判一个人或评断一件事情。那遇到生命中你们遇到关卡、遇到难题的时候，你们也会适时的调整。有的时候，你可能在某些状态必须要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你们也会去调整，不会每一天去抱怨，也不会去怨天尤人。然后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哦，你们心中是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原则，你的想法。很多朋友你们是相信吸引力法则，相信因果法则等等的。有一些人你们有自己的信仰，或者你们的一个中心的思考模式，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它深深的影响你们。你们会遵循你们心中的一个原则跟一个结构。当这个外在的世界变动的很快，或者是说很纷乱的时候，你们不大会去跟别人同流合污。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就是不是这么的道德，或者说有一些玩笑你觉得开起来会是去伤害其他人，你们不会那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然后你们也，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遣词用字上也是小心的，也是注意的。那你们在自己的行事准则上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违反自己内心的声音哦。很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你们到现在还是单身的原因，因为你们的生命中也不是没有机会，可能也有条件很好的对象，财富实力很强的对象，或者说颜值很高的对象。可是你总感觉说，有什么东西没有不对，就是没有一个感觉，或者说你跟对方深入去谈的时候，发现他的一些处事观念，他的一些想法跟你可能不一样，也因此你可能就会去放弃，或者说放弃进一步跟一个看似条件很好的对象认识。那可能你们的想法在这个世代是被其他人会去说太过坚持，太过挑剔，或者说太落伍还是怎么样。因为我看到你们我觉得你们是比较保守你们的心的，不大会去玩那种感情的游戏、感情的套路怎么样子的。那在这个很多人对于感情的，或者说对于吃苹果这件事情，他们的态度可能是更加的随便，或者说更加的随意。他们可能会反过来说，你这样子太坚持、太古板，或者说太顽固，还是怎么样？他们会觉得很不理解，或者说会去嘲笑你，或是说你太挑，你太有原则是不好的。可是我觉得你对于你的身体想要怎么样子被触碰，以及你想要跟什么样子的人发生关系，进入感情，你真的都有你自己的想法，不见得是这个世俗认为是好的对象，你们就会想要去抓，想要去抢，而是你们心中真的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一套准则。然后其实你们更喜欢的是按照你心中的那个想法跟道德标准去办事情。如果别人能够理解你所在意的事情，能够尊重你的想法的话，你会觉得你是可以跟他谈得来的。那如果有人试图想要打破这个规则，或是说压迫你去遵循他想要的那个体系，他想要那个系统，他想要的相处模式，无论这个人的条件多好，我觉得你们也会在心里有很多的考量，就是你们不大喜欢在感情上被强迫。好，那这一组的朋友
我还看见你们好像有在投资一些事情，也许这个投资是关于你自己人生上梦想的一个投资，你们再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计划，你希望你现在投入的这些事情，未来是可以得到一个回报的。然后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最终是可以去吸引到丰盛的，因为你们其实对于生活啊，对于人生啊，你们都是那种会很臣服于这个宇宙的一些法则，或者是说很臣服于宇宙给你们的教导，你们会细心的经营自己的生活，并且对你的未来有期待，期许自己可以过得好，然后每一天可以都有一些完成，每一天都有一些达成。好，这张牌它在讲的是伐木，就是我们去修剪一棵树木，在它最盛开的时候，我们摘下一些枯掉的叶子，浇灌土壤，它是为了要让这棵树这个花开得更加的漂亮。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就是会透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能量的清理，去移除一些不必要的负能量，然后净化你的心理，来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更加的好。看到你们有在做这样子的事情。还有就是其实对于每一天啊，比如说最基本的你的读书写字，或者说通勤，或者说整理家里、洗碗、煮饭、倒垃圾、买东西，这种维持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事，或者是说说梦话啊，然后等等，看天空发呆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独特的一个你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个是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一个讯息你们现在在做的每一个小事，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日常的生活，其实都是为了未来创造这个繁荣繁盛的生活中的一小步。你们现在需要的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跳跃，而是真的是这种从平凡琐事中慢慢的累积，慢慢的实现。很多朋友我看见你们心中有一个梦想，你们把它拆解，再从最小的步骤去着手。也许现在正在找资料，也许现在在学习什么样子的技能，或者说也许你在试图跟一些人交谈，得到资讯，去请益什么的。这一组朋友看到你们的能量，就是其实你们在保持谦逊，然后你也去做一些基本功。宇宙告诉你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将来它会有点像是帮助你移开你生命中的山脉，移开一些你看似很不可能跨越的那个阻碍，为你去创造一些奇迹。真的就是你们只要从现在的这种最小的步骤开始，只要你们开始行动，只要你们开始采取措施动起来的话，你往前迈向一步，往前走一步，这个宇宙的能量会上前来拥抱你们，但是你们要先从椅子上站起来。很多朋友，你们确实也已经站起来开始行动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你们的灵魂的特质是非常闪耀、非常卓越的，而且有一种让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的清澈明亮，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在读你们的牌卡的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个非常高频能量的一个回馈。你们很愿意敞开，也很愿意去倾听来自于宇宙的讯息。你们不会对于很多事情就是有先入为主的一个观点，或是用一些扭曲负面的态度来去看待别人给你的一个建议。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非常非常受到宇宙眷顾的一群，宇宙非常非常的宠爱你们。好，那接下来我就来看一下好你们的这个正缘它的能量状态。你们的正缘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谕卡好，我们的第一张牌是这个
光明的未来。然后这一张牌它出现的是这个布利基的女神哦，她是一个黎明的女神。最黑暗的时刻其实就在黎明之前，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是一个让别人心之向往的能量。很多人都会在黑暗中感到害怕，感到迷失。可是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很聪明的是，他即使在人生中最艰困、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是会试图的保持平静，因为他知道，在这个黑暗过去，接下来他迎接的就是一个光明。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于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然后他的人生过程中，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小天使来帮助他。那为什么要帮助他？主要是他的思维，他是一个正向的思维，然后他是一个成长型的思维哦，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就像这个布利基女神，她高举的灯笼，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啊，他其实可以带领你，就像你的灵性导师哦，他其实可以指引你，在你最痛苦、最黑暗、最恐惧的时候，他说的话其实可以让你的世界开始变得明亮。你会觉得他的出现好像让你在这个平淡无奇，或者说一团混乱的人生中，你看见了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你前方的道路变得更加的清晰，你会对于你的未来哦，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期待，而且你会发现哦，原来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的时候，那个幸福感是有多么美丽，那种满足真的是难以去言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哦，他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打开了你的心，让你对未来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喜悦。他让你非常的期待，非常的就是每天起床啊，都是被一个早安吻唤醒，每天起床都是被一通甜蜜的电话唤醒，就会觉得哇哦，人生真的是好美妙，好开心，好有希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带来非常非常的多的光，非常非常多的爱在你的生命中。好，那第二张牌啊，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一个有关于复活节的这个女神的一张牌哦，黎明的这个女神哦。Easter 这个女神呢，她可以去赶走寒冷的冬天，带来生气勃勃的春天。所以我觉得她出现的时候啊，其实你们会有很多我觉得新的习惯的养成，因为这个人的关系，你可能会去有一些新的思考方式，以及去尝试一些你之前没有过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比如说这个人有什么新的兴趣是你以前不会去做的，你会跟他一起开始去做，开始去尝试。那这一组的牌我也有读到一些就是异国能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可能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哦，他是一个要么是混血儿，要么是外国人，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是有一个外地的成长求学经验的，他可能有出国工作，或者是念书，或者是说比较有居住在外国这样一段时间的一个经验。那我会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好像也许你们会去学一个新的语言，或是说也许你会去尝试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们会吃得更健康了，或者是说你会开始过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早点的睡觉，早点上床，或是说因为他的关系哦，你们开始有了运动的习惯，或是如果你本来有运动习惯的话，会跟这个人一起去运动，跟这个人一起去爬山等等的。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之后，真的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好的，这些变化可以去滋养你，而且在你们培养这些正向的好习惯的同时啊，我觉得你这个伴侣他其实会去引导你，他其实会去关注你哦，他会去提醒你说，哎，你现在做得很好了，我们就是继续保持，不要再往之前的那个状态回去。所以这个人呢，他也看见了你的潜力，就像这个女神一样，她手中哦，她用她温柔的手去托住这个兔子蛋，这个兔子蛋就好像她给你的一个关爱，她用很多的爱心去宠你，去捧你，然后她会希望你可以去
真心的做你自己，自由的发挥，自由的去做你自己，然后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支持，很多很多的关爱，他会希望你们两个在一起是会那种非常的灵动，非常的敞开，非常的生气蓬勃的一个发展哦。他希望你可以在他的面前呈现出最真实自己的一个样貌。好，那接下来再看到的是这一张牌是这个生命的这个循环哦。好，这个人呢，他身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我觉得他的脑袋是非常非常有智慧，也非常非常清楚的。他早年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早年也经历了一些生活上的波动，就很像是可能一艘迷雾的船吧，迷航的船，不知道怎么形容。可是他很快的就找到了他应该要去的地方。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他迷失的没有很久，他很快就去找到他人生中的方向，以及他想要去做的事情哦。他的生命啊，我觉得也是经过了一番折腾，没有那些折腾，你可能看不到今天这个他这个成熟，然后又光明的一个样子哦。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勇于面对自己内心的人，他不像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是活在别人的价值观，就好像在演一场戏，演一个完美的样子，然后去让别人好像只觉得自己过得很好。他不是一个演员，他是真实的在活着的。我觉得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他都有很独特、很深刻的一个思考，并且用他的思考为他的人生带来实质性的一个改变。他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哦。这个人很聪明的是，我觉得他会去挑选一个适合他的一个人生赛道。他不见得会去走主流价值观所要他做的事情。当然，如果他的兴趣是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话，他会去做。可是他就是会依照他个人的兴趣去做。就算他选择主流价值观、大家热门的那个行业科系的话，那也是他自己选的，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很热门的、很流行的。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用他的优势去选择一条对的路，然后在这条道路上，基本上他可以获得很大的成功。有点像是他用他的石头，他用他的很突出的这个优势去碰别人的鸡蛋，以他的长处去攻别人的短处，所以他最终啊能够去用比较少的资源，但是却获得最大的成功。这个是这个人从以前就明白，应该说他很早就明白。在人生的这个修罗场，在人生的竞技场，他没有必要去玩一个他根本就不会赢的游戏。所以我觉得他很早就去找到，比如说他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成功，要依照他与众不同的优势跟特点，专注在那个强项上去不断的将它强化。他对于自己的优势、劣势、长处、短处非常有清晰的一个认识，所以他能够运用他自己的强项啊、优势去过上他自己可以想要过的生活，所以他真的是了解自己，然后又有行动力，所以他的人生啊，真的是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方式在生活。你们看起来是好像很轻松，然后就是好像很水到渠成，其实这个背后它是经过思考、经过琢磨，也经过选择的。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的独特的思考观点，会让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好。他跟你们一样哦，我觉得都是这个世界上少数活得很清醒的人，但是他比你们又更加务实，更加有行动力了。你们两个脑袋都蛮清醒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灵性世界上可以有很大的讨论跟很大的融合。可是这个人的行动力，我觉得他非常的强，比你们更加的强。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好，这一张牌是关于这个自我的一个探索。童话啊，跟一些神话故事，这个在说什么呢？我觉得你跟他，
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场偶像剧，一个童话，很多浪漫的情节真的都会发生哦。感觉上它会触碰到你们内心深处最温柔、最孤独的那个角落，因为你跟他的这个缘分啊，真的是连结蛮深跟蛮久，可能上一辈子就是那种夫妻，或者说上一辈子你们是被拆散的恋人，然后这一辈子你们要继续写完你们未完成的一个故事哦，因为你跟他遇见的时候啊，你内心有一个地方就被触动了，那个好像是你真的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你们会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它唤醒了你内心中好像遗忘已久的一个东西，在那边它隐藏了一些讯息哦，你们必须要深入的去挖掘。对于这个人来说啊，他很可能就是也有跟老天祈求过，或是他有在他信仰的这个神明的面前啊，去祈求过说，他想要遇到一个适合的理想的这个正缘哦。他其实有幻想过你们的样子，然后当你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啊，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惊讶跟非常的惊艳，因为那个就是完完全全他向上天、向宇宙祈求的一个样子哦。你们两个基本上能够去配合的很好，比如说你们两个一个就像是五线谱，一个就像是音符一样，一个人是这种很活泼、很活跃的跳跃，可是这个五线谱啊，可以把它框架住，让它不会就是散落，然后跳到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地方去。所以我觉得你们一个人有点像是拉，然后一个人是自由奔放，两个人是很互补的。因为如果太自由奔放，也会不知道奔放到哪里去，所以它是需要一个安静跟稳定的力量，所以你们这样子两个人结合的非常的好。然后这张牌我还有去感受到一些音乐的能量，你们可能会一起演奏乐器，或者是说一起唱歌，一个人弹琴，一个人唱歌吗？好，你们两个靠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像是一首美妙的曲子哦。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可能会一起谈论一些文学艺术，好，或者是说一些典范，一些比较哲学性的一些思考，一些议题上的一个探讨，社会议题啊，或者说一些公益的话题等等，你们会去谈论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理论、原则、模型也有可能哦。好，这些东西我觉得在谈论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怎么会有人可以跟我这么的有共鸣？跟他谈话的时候，其实就照亮了你内在的黑暗，也为你曾经在感情上的那些旧的伤口带来很大的疗愈。基本上，我觉得他好像非常的懂你，你们一开口就能够抓住彼此的心，你们不用太多的言语，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的磁场是跟你很相近的。然后我也看到，我觉得你们会有那种一起进化的能量，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去比较乡下的地方，或是你们两个会去看山看海，或是你们两个会去那种很大很漂亮的公园等等的，你们会去一些大自然的很优美的场景，然后一起进行。就是一起在那边可能什么都不做，发呆，看这一片自然的美景，去净化你们的灵魂。对，我觉得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子的能量，去倾听这个大自然，然后这个大自然也会给你们两个很多的一个回应哦。好，两个人在一起是非常舒服、非常优美的能量，非常洁净的能量。好，接下来这张牌哦，是一个灵感的牌哦。好，它也是一个象征着行动力的牌。好，可能你们过去心中一直有一个想做不敢做的事情，或者说你心中有一个梦想，它搁置了已久，或者说你一直在拖延，你可能想要去处理某一段关系，或者处理某一件事情，但是你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是在犹豫不决。这个人其实会在这里去激励你采取行动，有点像是他唤醒了你的内在的冬眠的世界，它让你身体整个活络起来，它让你的能量开始滋养，开始
生长起来，他会去激发你很多很多的潜力，你被他温柔的爱唤醒了，启动你的梦想，启动你的计划，你对于生活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创造力，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爱情给你很多的能量，你可以自由的去说了，你可以自由的去伸展身体。如果你们过去是好像比较僵硬的，或者说你们肩膀常常很紧绷，很容易耸肩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的整个能量是你跟他相处起来非常的自在，非常的放松，身体也变得比较柔和跟温暖，可以以一个比较顺畅的方式去舒展开来。好，所以它其实会带来一些太阳的光，这个光可以去照亮你的生活，以及你的一些灵感吧。假设你们是跟一些创作有关的，或是说在工作上有什么卡关的地方，我觉得它的能量也是可以去帮助你更好的一个发挥。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是一个蛮厉害的人。好，两个人是有这种相辅相成的一个能量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细部的看一下这个人哦，还有什么其他的讯息宇宙要告诉我们的。好，第一张牌是听到了，第二张牌是等待，第三张牌是 Guardian， 这个守卫者、守护者。好，你们两个相处的这个情形啊，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内心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首先，我在这边看见你们终于觉得被听到了。你过去很可能很孤单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讲的话没有人懂，你必须要去拼命的去解释，拼命的证明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的心要真心，你都要挖出来拿给人家看，可是别人还是不懂。这个人呢，他就像旁边这个小小的寄居蟹一样，他就是要来找你，他就是要来关心你。当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大桶子上，等待好像即将来临的这个暴风雨的时候，你以为没有人去倾听你，你以为没有人去关心你，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人他听见你内心的呼救了，他听见你内心的寂寞，他听见你内心的恐惧了，他想要去尝试着抓住你的手，他想用他的能量去温柔的对你好，他想要告诉你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你们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当你觉得自己是没有人听见的，其实他就默默的来到你身边，关心你跟关注你。所以这个人的能量有点像是他来的时候，你们遇到的时候，我觉得是以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方式遇到的，很可能两个人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真的是一场美丽的意外，就像飞鸟跟鱼的一个相爱，本来是在不同的地方，飞鸟有它属于它的天空，而鱼是生存在海水下面的，唯有他们两个都到这个海平面的这一个交汇，才有机会遇到。所以你们两个也是很多的因缘际会，让两个人相遇了、相知了、相爱了，不知不觉的就是越交流越深入，或互相的理解哦。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种安静的陪伴的能量，他不见得要很快的把你拉出来，可是他会告诉你说，无论如何呢，他都会尝试在这边等你，他都会尝试在这边陪伴你。如果你心情不好，如果你怎么样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在，他不是一个会去在别人面前一定要秀恩爱，或者说我在别人面前去说我对我的男朋友、女朋友、老公、老婆多好，或者说特别的去做一些表现，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有些人是在别人面前秀恩爱，他不是真的爱另外一个人，不是真的爱另外一半，只是为了要让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好先生、好爸爸、好男友、好女友，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形象而去做这些事情的。可是今天你们遇到的伴侣不是哦，他不见得会逢人就会说我过得多好，我怎么样，而是他真的不愿意让你一个人哦，因为他觉得你们真的孤单了很久，他想要陪你一起同行，所以这个陪伴对他来说就是他一个最深的告白。好，接下来这张牌是等待哦。好，
你们在等什么？我觉得你们都互相在等待彼此。然后这边一个很大的白色的毛毛怪在雪地中从它的这个好像森林中走出来，往外走。为什么他愿意往外走？因为他遇到了他心中的这个真爱哦。即使他们是不同的一个物种，这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生，他们要牵着手往前走。好，对于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想要找的真的就是灵魂伴侣。你们不见得会想要去变成一个花花蝴蝶，或者是那种玩咖嘛，就是很多人可以去约会，很多人可以一起去玩，一起去喝酒，一起去唱歌嘛，很多人跟你要电话，然后很多人就是好像要去亲近你。你们想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人，跟你有灵魂契约的那个人。其他人呢，你觉得就算你吸引到他们也没有用，因为你并没有要跟其他人去发展什么样子的关系嘛。好，而且你要的这个人他是可以远观，然后也可以静静的去欣赏的。有些人你去跟他隔一个距离，在社交的距离上相处很舒服，一切都很好。可是当你们深入到这个私领域，在私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有另外一面是很恐怖、很控制的，还是怎么样。可是这个人不会他的牌卡给我感觉真的是很多温柔的能量他等在这边等很久了，然后你们两个都不是那种很一下子就被爱冲就什么被一下子就很恋爱脑的人，因为你们就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你们也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你们很想要有一个被爱的感觉，然后很想有一个懂你的感觉，很契合的感觉，然后也对于这个人的一些原则，或者说他的一些个性、一些品质、一些想法是有要求的。你们不会为了谈恋爱而去谈恋爱，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是来到你生命中，就是你们两个会一起走出去，即使前方有在下雪，是一片雪地，他也会用他的温柔的这个毛来保护你，他就是你的小棉袄，他会成为你的肩膀，你们彼此互相的依靠。即使全世界与他为敌，他还是会想要去拥抱你。好，我觉得你们真的这样子坚持是有缘，是很棒的。不要去听信外人而去改变你们的一个择偶的标准你们是真的，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中是很勇敢的，因为你们愿意去坚守心中的一个理想，最后呢，真的是很有耐心的去等到这个人。很多朋友，你们很可能在感情中到现在没有真正的进入过一场恋爱，因为也许你们还没有觉得符合的人，或者说过去的一些机会阴错阳差的错过了。可是这个等待最终是值得的，因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他会去给你很多的温暖，很多的安慰。好，然后这张牌它是一个守卫跟守护的能量。这个毛毛怪它后方有3只超级大的猫头鹰，然后下方它的这个小袋子嘛，然后有一个无限的符号，大家有看到吗？这张牌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宇宙它会成为你们的卫兵，它会去守护你们两个的爱情你们的两个的爱情，它真的是会有很多无限的可能。你们可能会想说，我要怎样子去遇到这个对象？宇宙会给我这边的讯息就是，你们不见得要去用一些很刻意的方式，我很刻意的去联谊，很刻意的去交友网站认识人等等的。相反的，你们就是放宽心，宇宙真的会给你提示，把适合的对象送到你的一个面前这组的朋友，你们不要去刻意做一些不符合你个性的事情。意思是说，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不喜欢那种很多人，然后像那种很多人的联谊的场合，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用硬逼着自己去。或者说，如果你不习惯上网交友，你不用硬逼着自己去。但如果你本身就是习惯的，你本身就是有在用这个网络或者本身就有在用一些
相关的这种游戏软体的话，你们就可以继续用。只是宇宙提醒你们的是，就是不要去刻意的，好像相亲，或者说刻意的去营造，为了认识人而去参加什么活动，因为其实。在那些场合中，不见得会有你要的人，因为本来这个世界上能够理解你们的人其实很少，所以你们一定要去让你频率舒服的地方跟场合，宇宙其实就会把你的对象，我觉得真的是会，它会透过一些指引跟提示，你会看见宇宙是多么的守护你，为什么它要守护你至今？为什么？我觉得他其实之前也帮你们挡掉过一些不好的缘分。你可能会觉得，哎，怎么跟这个人可能过去发展了暧昧，却没有结果、没有下文，或者说过去的一段感情就这么的夭折，就这么的结束了。其实这个是宇宙在帮你们挡煞，他帮你在挡住一些对你可能会能量不好的状况。不见得说那个人完完全全就是不好的人，但是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两个人会不是这么适合，不是这么的愉快，你可能会需要去改变自己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有什么地方你需要去压抑，宇宙要帮你去挡住这些对象。所以接下来送来的这个对象，我觉得它是一个让你可以有很多让你的灵感生活以及各方面物质上的增长，它都是一个无限的符号，它会发生很多很神奇的能量的一个转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眼中的你，你给他什么样子的感觉呢？第一张牌是 Crab Apple， 这个酸苹果。好，酸苹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能量呢？他觉得你们真的是那一种出淤泥而不染，你们可以有一点像是他看到你会觉得你整个人的能量状态是很沉静、透明、很清澈的，好像跟你在一起之后啊，外在的那些俗世的那些杂音啊，还有那些很肮脏、龌龊的思想的人等等的，到你面前都会自惭形秽。因为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常常都能够去在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中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理出思绪的人，而且在一个混乱的世道中，你们能够保守内心、坚守内心哦。基本上，这个酸苹果的能量它是很负责的，而且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对于你们生活的某一方面是有洁癖的。这个洁癖，比如说你在感情上的一个洁癖，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你会需要有一个秩序，你想要把东西排整齐，或者说在某一方面，你们是有自己想要的那个坚持、那个理想的。比如说，你觉得你的这个功课一定要完成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或者说清洁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好，这一组朋友，这边呢还感觉到你们对于情绪是很敏感的。这个人他看待你就是你们很纯洁，然后很有直觉力，也很有敏感。你会希望说，在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放在他对的位置，他要有一个秩序，你才可以找到内在的平静。那他认为你们身上好像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呢？可能比较。有些朋友，你们好像是皮肤比较容易过敏，或者是说你们会对一些比较特殊的气味，你会觉得不舒服，会想吐等等的。就是当那个场合的空气不流通，会有一些气味的话，你们会不舒服。他是有注意到这个方面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小的讯息是，你们比较在意公共的场合的那种清洁，比如说你要去餐厅的话，那个餐厅的厕所，还有那个餐厅的一些餐具，你们会很在意那个清洁，在公共的场合的那些清洁，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会很立即的有情绪的反应。如果这些清洁都做得很好，你会觉得很舒服，相反的会有嫌恶的感觉。因此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会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有体贴的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他会带你们
去一些那个场合是让你会头晕的，会不舒服的。相反的，我觉得它会比较配合你们的能量，去选择一些比较清晰的、高雅的，或者说比较自然的、纯净的地方，然后跟你去相处，或者说带你去吃东西，带你去玩，那整个气氛呢都是蛮好的。就是你们两个一起去的那个场合，我觉得它也是精心挑选过，符合你们的能量的。好，第二张牌是这个橄榄哦，Olive。好，这一张牌它是一个裸体的女生，然后她是用一个很悠闲的姿态，侧着头，然后很舒适的撑着头躺在床上弹琴，默默的在看着你们。好，这张牌就是他眼中的你，他觉得你们是非常的有吸引力，非常的有魅力的。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能够恢复元气了。他觉得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可以找到他内心的平静力量哦。就是你们不见得是那种一直都很高调高昂的人，可是你们内在有一个稳定的能量，就是你们不见得是会一直跳来跳去，或者说会一直很大声的这样子讲话，可是你们身体真的是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能量，然后他很喜欢你们这种稳定平静的一个内在，然后他也觉得有的时候你们会需要多休息，因为你们休息不够的时候，脸色可能会比较蜡黄，或是比较苍白，或者是说就是比较安静不讲话。因为可能你们休息不够的时候，那个能量状态比较低迷，说话声音会比较小声，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是蛮有在关注你的能量以及身体的状态的。好，那我觉得他会很欣赏你的是，就是你这个内心的平静啊，也是你自己好像经过了一番努力跟学习而得来的，就是你能够辨别出你的情绪哪一些思考点是令你有害的，你就会去把专注力集中在你可以去掌握的事情，或者说你们会把专注力比较集中在正向的地方，去让自己免于一些负面的思考的声音，比如说。有的时候啊，你们在面临这个抓狂崩溃的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去用你的理智来把自己拉回来。很多人可能就是直接破口大骂，或者说直接去做一些摔东西啊，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是说有的时候，特别是人在害怕的时候，脑中会有一些很可怕的想法，就是害怕说，诶，这个东西会不会砸下来掉到我之类的。你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你会把自己拉回来。我觉得你们是走过疗愈路途的人哦，你对于自己的身心状况有一个比较全然跟全观的了解，因此你可以找到现在的这样子的平和跟平静。你能够，其实你们有自己的冷静跟自的部分，就是你们一方面有天真活泼的那一面，但是也有很冷静的那一面，因此对方会觉得，其实你身上的这个能量是很吸引他的，特别是你们不受外界所动摇的那个安稳感，他很欣赏你们。好，下一张牌是这个樱桃李，好，这一张牌它也是一个裸体的女孩子的一个能量哦。我觉得这两张牌的姿态有点像侧着头，然后她也是一个裸体的女生的形象。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她很喜欢你专注听她讲话的样子，她很喜欢你，其实就是很捧她的场，而且她讲话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她很幽默，然后你会大笑，然后你们会就是一起去谈天说地啊，你们会一起玩得很开心。她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全然的专注在跟他的互动，然后一心一意只有他的那个样子，他非常的喜欢。然后某方面而言，他也觉得，他能够被这样子的一个人获得你们，就是一个这么美好又这么内心有力量的人，他可以去获得你们满满的关注跟爱。他其实内在也会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会有一点点虚荣，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有自信，因为你们给他这么纯然纯粹的关注跟爱，因为你们那么的信任他，所以他其实真的是
也会回报给你百倍、千倍的爱。你们两个的能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契合。他眼睛基本上一看到你就真的是很难离开了，因为在这个世间真的是少有这种很清晰、很纯洁的一个能量哦。但是你们身上却有，你们的气质真的挺干净，非常非常的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会有什么浪漫的一个部分呢？好，首先第一张牌是，就是让一切过去的都过去了，你们必须要去清理一些旧的能量，让这个新的人可以进来。然后这一张牌是一个，在约会的这个场景，然后这个女生啊，好像，假设你们没有专注在跟他的约会上，这个人他其实看得出来，有没有？就是你要让过去一切都过去了。讲话的时候面对面的讲话，不是思绪飘到其他地方。刚刚说过，这个人最喜欢你们什么？他喜欢你很用心的看他、爱他，然后不要再去想过去的那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张牌有点像是一个小提醒。很多朋友可能你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会有一些旧的能量牵扯，可能你们才刚刚从一段身心俱疲的感情中离开，或者说刚从一个什么样子泥淖的状况中离开，你真的是好不容易撑起自己的身心灵，把自己打扮一番，然后才出来跟他约会。你的思绪有的时候又会比较淡，或者说比较小小的犹豫。其实这个人他看得出来，他真的希望你可以放下过去，专心的爱他，专心的看着他，把能量集中在你跟他之间。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它真的是一个可以治愈的连结哦。你们的这个恋爱啊，它其实是会改变你们的生活，就是透过你跟他，不管是就是肢体的这个触碰啊，或真的是两个人这个肉体上的结合，吃苹果也好，那个其实都是能量交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治愈疗愈的过程。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疗愈的能量，我会觉得如果你们是吃苹果的话，那个状态是非常温柔、非常感动的。比如说，也许你的身体比较僵硬，或者说冬天的时候脚比较冷，他会先去帮你把身体弄得比较暖和。如果你们是手脚冰冷的话，他会用他的体温来先去温暖你，让你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而不是他就是为了性而性，他是想要让眼前这个人开心而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细节，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到位。好，这张牌是你们两个会一起去享受你们美好的假期。我觉得你们会去看很多不同的一个风景啦，你们两个可能就会去海岛啊、国家，或者是去享受这种游轮之旅，会去晒太阳，去户外。对，这边有一些户外的能量，还有朋友会觉得，因为刚刚说过，这个人有一些异地的能量，很可能你会跟着他一起去国外，也许是探访他的这个在国外的亲人，或者是说回到他以前念书、读书或生长过的一个地方，或者所以曾经有出差、有去过在那边有长时间，或者是说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地方，他会想要分享给你你没有看过的那个风景，他会想要带你去看他曾经看过很美丽，但是你没有看过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这个 timing 哦。好，你跟他的认识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偶然、很意外的这个巧合。刚刚就说过嘛，你们不用一定要去相亲啊，然后一定要强迫自己去参加自己不是这么舒服的场合活动啊，你们就是放轻松去做你们本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你觉得什么你有兴趣，你就去做就好。宇宙会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把它送到你的一个面前。那我之前有听过有网友跟我回馈，她跟她的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就是她的其中一个女生的朋友的男朋友
的同事怎么认识的？就是在网络上，他们在滑脸书的时候，突然滑到说，诶，这个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圈，他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照片，还有他的一个讯息。这个人我想要认识，所以呢，他就是真的很机缘巧合之下，在别人滑脸书的时候看到，然后提出这个邀约，因此他们就见面了，认识了，然后也在一起了，过得很幸福，即将要结婚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方式。我就只是把我的照片放上去，然后就被朋友的朋友看到，然后就约会。然后这个网友说他也不是正妹，所以他也不大会去那种摆拍啊，或是化妆什么的，他就是放一个很生活化的照片，不是网美照，也不是这种网红照，但是就是刚好他的这个纯真的就是自然的样子，另外一个人很喜欢，就是完完全全的很对味，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很机缘巧合之下就是展开交往。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也是有各式各样很可能发生的这个情境。如果你们发生了之后是怎么样子的巧合，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这张牌就是你们的美梦会成真哦，相信它就是会成真，你要保持这个信念。这个人他就像是彩虹一样，他是属于你人生中的彩虹，他会来到你的生命中，而且他会带着这个微笑，带着幸福的能量出现，然后他也是，我怎么觉得他对你们的肉体是非常非常的着迷的，他是非常的想要跟你，这是身心灵的一个吸引跟身心灵的一个连接的能量。好，那接下来再看一下爱的神谕卡，这个你的正缘啊，他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好，首先第一张牌他是说这张牌跟这张牌的能量很像，就是说其实过去的那些事情真的都已经过去了，你要释放它，并且要拥抱新的可能性。就是当它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的时候，你要把眼睛移转向它，你才能够看见这么好的人出现。因为其实你的生命中有新的选择，新的路径，它是可以通往幸福，它也是更符合你内心中的信念。刚刚说过，其实这个人他是非常符合你们的心愿清单跟你的理想清单。可是如果你一直在过去的某一个思维，或者是被限制在某一个框架，说你非要跟某一个旧人复合，或者说你觉得只有他能够给你带来幸福，或是纯粹就是不甘心，纯粹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心态，复仇的心态的话，或是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的话，其实你很可能宇宙把这么好的人送到你面前，你还看不见。你们真的是要把这个旧的能量丢掉，它很像是一个那种会遮盖你眼睛的布，对不对？你要自己把这个黑布丢掉，黑布拿掉，你才可以去看见，哇，真的机会就在眼前，就像这张牌一样。好，这只小小的寄居蟹，它真的就来了。可是如果你们的眼睛没有看到它，它就只能在那边一只孤零零的在等哦。对，所以大家要把眼光移到现在，此时此刻。好，哇，所以这个人他是你们的双生火焰，你们两个在一起绝对会有非常热情、非常浪漫的故事情节会发生。接下来是两个人在一起会有很多愉悦的能量哦。其实在一起的这个笑容，它就是一个大笑啊，这个笑声、欢声笑语，就是一个最好的治愈过去伤口的一个最好的疗药，而且。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啊，会有很多，刚刚说过你们还有这种一起出去玩，很多很多的能量哦。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的新的记忆，这些记忆叠加起来，其实就会去覆盖掉旧的那些让你伤痛的东西。随着时间过去之后，你的脑袋中就会留下更多有关于这个人，你的正缘跟你在一起新的快乐的回忆。其实他对你的爱就是最好的一个治愈的良方，这个解药。接下来他还有什么话呢？他就是跟你们说，爱就是最好的答案。你们在寻求的就是一个爱嘛，他会给你们所想要的关于爱的一切的解答。好，
他对你也是有相同的感觉，你这么的爱他，他也是这么的回报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奔赴的爱，他绝对不是一个单恋，他不是一个虐恋，他也不是一个苦恋。哇哦，他说他是一个很有一点嫉妒，不是有一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占有欲的人，所以真的是你要专心一致的看着他。刚刚有说过，你要觉得他好棒，他好美，他好正，然后他很厉害，他很帅，在你的眼中，他希望他是最好的那一个，然后他就是不希望你去再对其他人分心。我觉得你们也不会啦，因为他这么好，又这么符合你的一个理想，就是他还是一个有占有欲的人。好，他想要跟你有一个家庭哦，他是你们的正缘，所以你们一定会走入婚姻生活的。好，我想要你。那我们这边出现的数字是20、22跟10跟8，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属于你们的可能是相遇的一个月份，或是这个人的生日，或是一些特殊的他的什么样子的号码，什么样子的特殊的数字，可能是跟这个人有关的一个讯息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符合你们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3组的好运能量。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